检测到宿主正面临困境，超级军火商系统降临，仅需3狗头激活系统，请问是否立刻激活？系统激活中。检测到宿主身无分文，系统已发放5000万刀的启动资金，今日签到奖励一艘超级无敌的游艇。由于第一次激活系统，额外赠送一座全自动化武器制造厂，工厂位于某海域一座海岛上。系统已为宿主获取整座海岛的归属权，此岛屿已屏蔽一切信号，不可被任何方式监测。了解了系统之后，你开心极了。正当你想着如何利用这些武器赚钱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原来是三角洲的某个集团想要向你购买武器。这个世界上有5亿5千万支枪，而这个世界的总人口是70亿，也就是说，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把枪。那么，剩下的11个人应该怎么办呢？他们应该用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林先生，我们就是那剩下的11个没有枪的人了，请您帮帮我们。你们能找到我这里，也算是你们的幸运。放心吧，这笔交易我做了。说吧，你们需要什么武器？林先生，您这里有没有武器清单？从步枪到装甲车、坦克、战机、军舰，只要你们有足够的钱，我通通都能卖。这是毛子最新货色 AK47，2000刀一把，量大有优惠哦。两人接过枪，脸上满是笑容，显得非常满意。太好了，林先生，我们要预购500把。500把，量这么小，那就不能够给你们优惠，只能够赠送你们一些手榴弹和手枪了。谢谢。不过林先生您放心，这个月我们有一批货，马上就要出到米国，交易一完成就有资金了，拿到钱后就可以来您这里买更好的装备。出货到米国？不管怎么说，只要你们的行为对龙国有利就行。看你们人不错，我这里还有一些更牛逼的装备，你们要不要交易？林川打了个响指，白人小弟打开一个箱子，拿出一件银白色的防弹背心。黑人小弟拿起桌上的 AK47，瞄准防弹背心，点射2发，子弹完全打在防弹背心上，防弹衣只留下了一个白斑。这是龙国护神牌防弹背心，加装陶瓷板，能够在50米外防住12.7口径的机枪子弹。至于你们那片那些滋水枪，更是不在话下。我可以便宜卖给你们2人50件，每件500刀。龙国军工。两人愣了好一会儿，方才反应过来，我们买了，谢谢您。这位军火商难道是与龙国军方有关，还是说他就是军方大佬？大白大黑，快去帮我把衣服给找出来，就是蓝白相间，看起来极度沙雕的那套。蓝白相间，衣服。两位，今天只能聊到这里了，我要尽快回国，只要你们钱一到账，我们立刻发货。没关系，我们现在就可以转账。林先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有需要的话，我们或许能帮上忙。谢谢，不过这个忙谁也帮不上，我忘了今天是开学的日子了。老大，衣服找到了，干得漂亮。哎，等会儿我学生证怎么不在里面？赶紧去继续找。几人费了好大的劲儿，总算找齐了林川的校服和学生证。这时手机屏幕上显示了7、8个未接电话。林川，你可算接电话了，已经开学2天了，班上就你一个人没到。这2天我打了好几通电话，都是不在服务区，你到底在哪儿呀？我在国外呢，这里信号不太好，再加上这学期不是推迟开学吗？就忘记开学时间了。你在国外干什么？做了点小买卖。国外做买卖？那你赚了多少钱呀？也就大概一艘游艇吧。还真敢吹，你怎么不说自己在月球赚了1个亿呀？林川只是淡淡一笑，懒得解释。随你吧，不管在哪儿，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好，我知道了。大白大黑，你们去发货，我先回龙国。好的，老大。报告司令，通过监察，我们发现金三角的毒枭势力之一的昆泰和昆沙2兄弟最近准备出货了，其他毒枭正蠢蠢欲动，准备下手攻击他们。昆泰和昆沙这2人虽然是毒枭，但情报显示他们货物都是卖往米国，而且能够向龙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像上次的798制毒事件，他们就提供了不少信息。现在其他毒枭准备攻击他们，一方面是垂涎他们的货物，另一方面很可能是得到了米国的授意。总的来说，这2人对龙国还是大有用处的，得想办法帮他们一把才行。这很难办啊！首先，派士兵去援助是绝对不行的。军队擅自进入东南亚，必定会让东南亚及小国大惊，甚至会上升到了国家冲突层面。最可行的办法只能够物质支援，比如支援一波武器装备，让他们能自行过关。但此想法实施极难：一是没有合适的渠道，擅自运输极其容易暴露；二是其他国家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一旦走漏了风声，国际影响可就大了。报告，最新消息，昆氏兄弟从一名最近极为活跃的军火商那里买到了装备。哦，拍到交易过程了吗？拍到了，卫星一直都在对2兄弟进行跟踪，交易全程都被拍了下来。情报科拿到了那名神秘军火商的面部特征，并且和国家机密数据库进行了匹配。结果是什么？我一时间没法说，大家自己看吧。范天雷拿出了文件，打开放在桌子上，众人好奇地望了过去，下一秒纷纷瞪大了眼睛，满脸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你们确定没搞错？这军火商居然是个娃娃？确实如此，他叫林川，是一名高中生。这孩子我很感兴趣，我要亲自见他。
一个年年领奖的高3学生，暗地里却是个军火贩子。当全班同学都以为你失联时，你却在开学1周后回到了学校。林川，你终于来上学了，你再不来我都以为你要转学了呢。哪能啊？就算是为了林大班长天天给我打电话关心我，我也得在咱学校上学啊。假期这么多天，你都去哪了？还能去哪？咱们在电话里不是聊过了吗？我去国外了。你好像最近变黑了一些，你不会是去非洲了吧？没有，我只是去了三角洲。你去那里做什么？卖烟花。啥？去三角洲卖烟花？我没听错吧？林川，你说你在国外卖烟花，这可是跨国贸易啊，一定不少挣吧？目前我的烟花市场还没铺开，只是小打小闹做了几笔小生意，刨去烟花成本，小赚了几千万吧。赚了几千万，林川，你可真能吹！你这是演都不演了呀？刚刚说的还挺像回事的。如果咱学校举办吹牛大赛，你林川一定是第1名。林川，那你挣了这么多钱，有没有买点豪宅跑车什么的呀？哪天带着我们去开开眼界？在海外用不上这些，我倒也没买，不过为了生意上方便，买了一艘游艇当做落脚点。林川，看你这严肃劲，不知道的估计还以为你说真的呢。666烟花大亨林川，林川啊不，陈总出本自传吧，第1章就叫我在国外卖烟花，一定卖爆。大家散了吧。林川，你这一个寒假吹牛技能可真是点满了，嘴里没一句实话。就是林川刚才这些，要是有一句实话，我把卷子吃了。老班来了。林川，你还知道回来？这都开学1个多周了，你放的寒假放的连学校都不想来了是吧？还有100多天就高考了，能不能瞪起眼来？到关键时候了，高考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你这样吊儿郎当，以后怎么出人头地？何老师，你们班林川同学在不在？有人找他。现在是上课时间，到我的班上来找人，耽误学生学习，谁负责？何老师，你还是出来一趟吧，他们就在门口呢。我倒要看看是哪个闲人，不知道轻重缓急。怎么会有部队的人来找林川？上校同志，这位就是林川的班主任何春兰，何老师。你好，我们来找林川。你们是林川的什么人？来找他什么事？我们跟林川没有亲属关系，这次来找他是执行上级任务，至于具体内容，我们没有得到授权，无法告知。何老师，你还问这么多做什么？几位同志都是保卫祖国的军人，要是林川没做坏事，肯定不会害他的。赶紧把林川同学叫出来吧。我就是林川。林川同学，您现在有时间吗？我们司令想要和您谈一谈。司令现在正在校长室。出大事了，林川居然被军队的人带走了。天哪，还是首长指名道姓要见他，我们只能在新闻联播的电视上才能看见。林川居然要看见真人了。林川究竟做了什么？我刚刚好像听林川说，他假期在国外卖烟花。就算在国外卖烟花，也不至于让军队司令员过来找林川吧？他林川难不成卖了几个亿的烟花？首长，我这学生到底干了什么事？他假期在国外卖军火？什么？不可能吧？他还是个学生啊！学生怎么了？我知道有2个学生，一个趁着去年高考落榜，一个趁今年开学推迟，都去当雇佣兵了，而且都是从他这里进的军火。不知道军方打算怎么处理他？放心，我们不是来抓他的，而是准备和他谈一笔合作。合作？报告司令，林川到了。林川，你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吧？不清楚。放假4个月，你已经卖了4批军火，这些资料军方都已经掌握。我根本没有打算隐藏身份，如果真打算隐匿交易的话，你们是永远也找不到我的。你知不知道走私军火是犯法的，而且是重罪？当然知道，不过我是在境外卖的军火，而且都是在公海的游艇上完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按照国际法，只有游艇登记国有资格抓捕审判我。我登记的是基里巴斯。高士威听到这个国家名，蛋疼的吸口凉气，不禁多看了林川几眼。基里巴斯跟龙国没外交关系，不存在引渡可能，而且基里巴斯贩卖军火不违法，有当地政府的军火交易证明就能光明正大交易。高士威正打算再说话，林川自信一笑：基里巴斯政府的证明我早就拿到手了，你们想要查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让人送来。我果然没有看错人，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合作和军方？没错，其实一开始我来这里就是来谈合作的，原本想着来试试你，没想到还真发现了点特别的东西。既然是谈合作，搞这干什么？搞得像真要枪毙我一样。不好意思，原来是大客户上门了。其实龙国生产的某件武器性能实在不太过关，我早就想跟你们反映了。
你们的954式瞄准基线太高，后坐力又大，而且开枪时烟雾很大，膛线似乎耐受时间不太长，我的高端客户都不愿意买。高士威几人顿时懵了，林川所说的与他们心中所想的几乎一模一样。林川并没有发现几人有些异样的神情，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图纸。这是米国的最新货色，性能比954式优越的多，你们要不要进一批？量大有优惠哦。你本想寒假去做个兼职，可却意外激活了军火商系统。战区总司令得知你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武器，都连夜找你谈合作。这是米国的最新货色，性能比954式优越的多，你们要不要进一批？高士威看了一眼图纸，面色虽然不动，心中已经无比震撼，不禁又重新审视了林川一番。果然是个极其厉害的军火商。看在都是龙国人的份上，给你打8折，怎么样？购买武器的事情，我得回去商议一下。我这次是来谈合作的。谈合作？说来听听吧。这个世界现在有些不太平，其中有些事情是龙国愿意看到的，有些是不愿意的。但是不管愿意不愿意，龙国现在都被全世界盯着，不能轻举妄动。但是树不只是有光明，也有需要阴影存在。因此，龙国需要一名中间人，将某些事情推到龙国愿意看到的方向。这就是我来找你的目的。林川自然明白了高士威话里的意思，脸上多出了一丝笑容。当中间人可以，不过我是个商人，自然是不免费打工。当然，既然你我合作，肯定是双赢的事情。那合作愉快，合适的时候我会派人找你，相信不久之后我们会再次见面的。司令何必对他一个军火贩子这么客气？不错，假如我愿意的话，我可以立刻下令逮捕他。但是那不符合龙国的利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少年处境不便，而且能在短时间内拉起关系，并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前途不可限量。放眼全世界，主要大国都有自己非官方的利益代言人，龙国也需要这么一个人。当然，也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他所谓的爱国心上。啊，对了，你们营里是不是有一名叫安然的女特种兵？是的，司令。想想办法，不管是明着来也好，暗着来也好，把他送到林川的身边。林川同学，想不到你居然当了军火商，都能跟军方平等谈合作了，真是英雄出少年啊！校长，您受惊了。林川想起刚才校长那胆战心惊的模样，心中不免有些惭愧。还有，不用叫我林同学了，我已经不打算再上学了。这次回学校就是为了退学的。什么？林总，你是对学校有什么不满吗？说出来，我可以让学校改啊。校长，您不会是发烧了吧？您到底想要干什么呀？我没有。新英学校是百年名校，曾是省级示范重点高中，名人辈出。但我任校长这20年来，未出一个名人，风评直线下滑。所以，林总，你千万不要退学。你不想上课没关系，不高考都行。学校现在名校名头还在，有保送名额。你想去哪个大学，随你挑。林川一时间语塞，校长为了挽留自己，看来是真心诚意下了血本。好吧，我不退学就是了。谢谢，感谢林总理解。校长脸色十分激动，竟然给林川道谢起来。校长，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回家了。林总，课您可以不上，高考也可以不参加，不过过段时间的校庆，您可一定要到场。校庆什么时候？就在高考前，具体时间到时提前通知你。行，我会来的。校长目送林川离去，然后一溜烟朝着林川的班级跑去。校长，林川同学现在怎么样了？他已经走了，但是你们别管他去哪里了。现在我命令你们全班，包括班主任在内，赶紧写一篇1万字以上的人物志出来。人物志？要为谁写人物志啊？就是为林总，不，林川同学。林川，唉，真是可惜了。校长，我们能借鉴古文吗？4之尤温，一木为名。袁枚的祭妹文，不是让你们写祭文。林川他没死，没死。校长的话让在场的众人一时间有些晕眩。不仅没死，他还跟军方达成了合作。那位中将就是过来谈合作的，明白吗？我的天，林川居然能与军方合作！校长，您不是在开玩笑吧？开什么玩笑，我是认真的。我们学校100年以来终于出了林川这种人才，我决定把林川同学列入我们学校的名人录，所以才甄选人物传记，懂了吗？当整个学校都因为林川而沸腾时，林川已经走在回家的路上。这3个月到处奔波，我都记不太清到底积攒了多少钱了。系统查询一下我的余额。姓名林川，年龄18，资金6450万2000美元，军工点53680点。宿主可以通过出售武器获得军工点，也能够通过金钱来兑换，兑换比例是1000美金比1。卖出的武器越高端，获得的军工点就越多。军工点不仅可以用来兑换图纸，还能够兑换各种武器生产的设备乃至原材料。看着惊人的一连串数字，林川不禁有些惊讶。这3个月以来，林川只是动用系统奖励的
军工点，没有把1分钱转换为点数。现在有6000多万，总算能一次性换取巨额点数了。有了点数，就可以兑换商城里琳琅满目的图纸，以后想要什么武器，直接买下，主动生产就是了。林川想到这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商城界面。武器名称：卡帕74轻机枪，兑换点数1000点。武器名称：BM13火箭炮，兑换点数1500点。武器名称：巴雷特 XM109型反器材狙击步枪，兑换点数5000点。哈哈哈！没想到系统连这种研发都还没完成的枪都能搞到，而且还能够对其进行优化。大黑，交易完成了吗？老大，交易完成了，货已经发出去了。这边有个新情况，倭国的山口组派人接触，想取得联系与您交易。一个在黑暗世界中游走的军火商，面对倭国山口组的交易请求，只是冷笑一声，心中却在谋划着更大的军火交易。老大，倭国的山口组派人接触，想取得联系与您交易。山口组竟然混成了这个样，还想与我交易买武器，怕不是到时候我只能收到一堆欠条了。老大，要直接拒绝他们了。当然，现在山口组都是一帮穷鬼，估计最多也就能买几把手枪，说不定还要问咱们借钱。好的，明白了，我现在就回绝他们。还有什么事情吗？没有了，老大，一切正常。挂了电话，林川陷入了沉思。贩卖军火有着80%以上的利润，越是高级的武器利润更是翻倍。他可以花钱买军工点，用点数兑换更好武器的设计图和原材料，再通过自己的生产基地造武器。生产阶段他也不担心，生产基地所在的小岛极其偏僻，还有系统做了屏蔽。贩卖军火在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禁止，而且遭到严厉的打击，所以现在的头等大事是如何打通渠道。林川一路思考中，不觉走到一栋小洋楼门口。他父母双亡，好在出车祸前曾签过一份保险，靠着这笔钱，他与妹妹才得以继续学业。哥，你回来了，我好想你啊！我也想你啊！你不是去卖军火了吗？有没有赚大钱呀？还行，赚了点。林雪上下打量了林川一遍，瞬间露出了一脸委屈的模样。出去一趟远门，连个礼物也没有给我带。我每天一个人做饭、洗衣服、上学，太难了。坏了，这几个月居然把这事给忘了。等等，别哭别哭，你想要什么礼物？现在老哥就去买。什么礼物都行吗？啥都行。那我要跟你一起去卖军火。原本欲哭的妹妹听到林川这话，忽然露出了狡黠的笑容。林川顿觉头疼。不行，我知道你喜欢武器，这是你的爱好，我不想干涉。但是你现在还未成年，任务是好好读书，明白吗？读什么书啊？这学期我们学校都不开学了，每天只能在家玩吃鸡，好无聊。你要不答应的话，我就自己去当雇佣兵了。林川略一思忖，他深知妹妹的脾性，自己若不答应，他或许真会那般行事。好吧，我最近要去基里巴斯一趟，就带你去看看我的兵工厂吧。与此同时，东部战区高级作战会议室里正在举行横跨5大战区的视频会议。此次参会人员均为各大战区的政府司令及参谋长。同志们，全球经济已经开始紧缩，国际局势又要紧张起来了。现如今，世界各大国都在纷纷开展战略布局，而在我们周边，阿三已经蠢蠢欲动。我们接到情报，阿三正在和米国接洽，想要购买大批的武器。不仅仅是这样，阿三已经在邻国边境线上故意制造了好几次摩擦，挑衅巴铁。双方已经爆发了2次小规模的冲突，局势有很大可能朝着战争的方向演变。此话一出，在场的司令们脸色都凝重起来。巴铁一直是天朝的重要盟友，也是牵制阿三的重要力量。这就是全部的情况。陈司令，你有什么看法？总参谋长，我想听听总参谋部那边有什么意见。其他战区的警营司令也都点头表示赞同。总部的看法是必须要帮，但是贸然介入阿三和巴铁2国之间的争端，不符合华夏的利益，所以要通过间接的方式给巴铁增加战力。目前的问题在于，阿三的坦克部队远比巴铁的厉害。虽然我们紧急出口了100辆 VT4级巴体，但是依然无法改变战局，因为阿三不仅有万国帕阿琼，还有少量从毛子进口的 T90，数量远比巴铁的多。那能不能出售其他武器给巴铁，例如山地高射炮，或者是威力大的飞系火箭炮？暂时不行，一是因为这类武器我国没有出口计划，数量仅够装备我们军队。想要出售的话，又要开辟生产线重新生产，这样一来最少也要1个多月的时间，再加运输、通关、熟悉装备与部署时间，恐怕那时候仗早就打完了。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巴铁资金匮乏，无力购置更多的坦克装备了。就连在我们这儿买的100辆 VT4，到目前为止仅交付部分的资金，剩下的部分需要分期偿还。听完总参谋的分析，与会的几大战区司令再次陷入了沉默中。目前的局面实在有些尴尬，不帮忙不行，而帮忙的话又有一大堆问题在，实乃两难。总参谋长，我请求发言。可以，你有什么好点子吗？
我认识一名军火商，他可能有些办法。军火商？你说的这位军火商是谁？他的名字叫林川，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军火商。林川，你确定他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是的，总参谋长，我之前与他有过接触，他不仅能提供高质量的武器，还能在短时间内迅速供货。这倒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建议。你有那名军火商的联系方式吧？现在就联系他，听听他怎么说。此时，林川正在同城招聘网站上招聘助理，因为回国后大黑大白不便带在身边，最好是女的，一方面比较细心，另一方面也能够在途中照顾妹妹。就在林川寻找合适人选时，一阵手机铃声传来。高司令，你们军方终于想通了，要从我这边进货了吗？会议室里所有大佬听到进货都恍惚了，高世威也是满头黑线。不是进货，之所以打电话给你，是目前有些复杂的事情很难解决，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好的，高司令，为客户排忧解难是我们搞军火的服务宗旨。你有没有办法对付坦克？东部战区的高级作战会议室里，紧张的气氛中，你的一句承诺让参谋长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一场关于军火交易的合作就此敲定。林川，你有没有办法对付坦克？什么坦克？你是打算从我这里买坦克吗？不是，你听差了。你该不会连坦克都有吧？有啊。坦克我们暂时还不需要，我们现在遇到一些事情，需要帮巴铁的忙，帮他们在装甲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对付敌人的坦克。对付坦克是对付阿三吧？没错，你有什么好主意吗？对付阿三的国产阿琼坦克吗？一杆反坦克狙击步枪就行了。这人连最基本的军事常识都不懂，居然还问他国家机密。高世威，你这纯粹是耽误我们的时间。你不会是认真的吧？当然是认真的。反坦克狙击步枪可并不弱，14.5毫米的口径，再配备钨芯穿甲弹，可以达到200毫米的穿身。不可能，你的穿身怎么比我们知道的要高？我之前用同样口径的反坦配穿甲弹，穿身不过只能达到150毫米而已。那是因为我用的是我生产出来的枪，自然比任何地方制造出来的都要牛。就算真的用上你这种能够击穿200毫米护甲的反坦克武器，也还不够。阿琼神坦虽然非常水，但是装甲还是重坦级别，正面装甲厚度超过450毫米。我可不这么认为，我确定阿琼可以被反坦狙击步枪正面击穿，而且是一发入魂，直接干爆。你怎么确定？因为我有阿琼神坦的全套设计图纸，阿琼装甲的弱点在哪里，一目了然，我自然清楚。闻言，众多司令猛地瞪大了眼睛，一脸震惊。阿琼坦克虽然不怎么样，但是生产保密工作非常严密，一般人是绝对搞不到手的。弱点究竟是在哪个位置？抱歉，我是个商人，想要知道阿琼坦克的装甲弱点的话，必须要相应的报酬才行。你要多少钱？不多不少，2000万美金。听到这话，在场的司令们纷纷感觉一阵蛋疼。参谋长稍作思考就有了决定。可以，这笔钱巴铁会掏的，而且就算巴铁不想掏，我们拿下来支援巴铁也不亏，因为一旦战火波及到我们的边境，军费恐怕需要在这笔数字之后再加至少2个零。现在就联系巴铁相关方面的人员，说明情况。仅仅用了不到5分钟，2名情报人员就已经归来，并且将一份文件交给了总参谋。林川先生，巴铁方面已经打来了2000万的资金，你提供账号，我们立刻就可以把钱打过去。你的国际银行账户到账2000万美金。跟军方合作就是痛快，眨眼之间2000万美金就已经到账了。好，我这就告诉你们，阿琼坦克炮塔结构有问题，在特定角度打准一点，可以一枪干穿。不对啊，我记得阿琼坦克全身钢板结构可是采用了毛刺高镍铸造钢，这种高硬度钢超级坚固，在国际上有着铁牢的名号，防御效能比例能够达到112%至118%，远远超出国际的95%水平。有这种高硬度钢装填的坦克装甲，别说是用枪，就算是用平射炮也很难将其击毁，怎会被反坦克狙击枪干穿？你们把阿三看得太高了，毛子卖给了阿三制造高镍铸造钢的技术没错，但是别忘了阿三的坦克本身就是拼装派，各系统和部件的兼容是个大问题。他们的炮盾使用的是高镍铸造钢，但是他们从德意志进口的炮控装置与自己仿制的自动装填机存在不兼容，为此不得不在炮盾侧边缘处削弱装甲，以获得更大的空间。所以如果从阿琼炮塔正面偏27度的位置设计炮盾与侧面装甲结合处，穿身200毫米的反坦克狙击步枪完全可以穿透。轻则一枪瘫痪炮控系统，练习好命中自动装填机里的高爆弹的话，那就准备欣赏烟花吧。林川的分析让在场的所有人全部都沉默了。用反坦克狙击炮击毁坦克，虽然有些夸张，但列举的武器数据完全正确，甚至很多还是他们这些军方高层才知晓的情报，这让众人不得不信服。既然知道了阿琼坦克装甲的具体弱点，那我们可以先用反坦克炮试试，反正也不会损失什么。等等，是不是非要用你的枪才行？是的，必须用我这里购买的反坦克步枪才行。多少钱？你开口吧。
不贵，就100万美金一把。林川轻飘飘的这句话，让会议室里的众人差点吐血。哼，这家伙还真是个见钱眼开的军火贩子。林川早就预料到对面会有这种反应，把手机放在了一旁，专心研究起了招聘的事情。100万美金一把，其实并不算贵。目前，随着军工厂各种机械越来越精密，单兵武器的价格也早就提升起来了。你们还记得美国的 M82A1 的价格吗？好像是10万美金一把，并且还是米国军方的采购价。反坦克步枪与 M82A1 都是国家利器，比常规的反器材狙击枪加工难度更高，造价自然会更高一些。战争就是一笔经济账，如果一把反坦克狙击枪能够换一辆阿琼坦克的话，那么这笔账绝对不亏。听到总参谋长的话，众多司令心中一动，都分析了起来。那就决定了，先买个20把试试，如果真的能打坦克的话，再大量追加。放心吧，参谋长，让客户满意是我这里的一贯服务宗旨。你什么时候能交货？最多5天，只需要5天，5天绝对送到。说吧，送到哪里？运送到巴铁，我会派人在那边接应你，包括通关什么的也由我们解决。好的，没问题。高士威，你有没有关于林川的详细资料？报告首长，我们情报科的人员上周就查出来了，他的资料里家庭地址、年龄等各方面都与高中生身份相符。自寒假放假后，他的行踪疑似消失，上个星期忽然从国外回来，就莫名其妙成了军火商。接着查，必要时候可以调动东南军区的力量。是，首长。陈司令挑选几名特种兵，立即出发前往巴铁。等到那批反坦克狙击枪交接成功之后，让我们的特种兵以巴铁士兵的身份亲自上战场试验，确认是不是真的像林川所说的那么厉害。而且巴铁虽然不缺狙击手，但是很可能没有使用过反坦克狙击步枪这种武器，可能需要我们帮忙培训。是，首长，保证完成任务。好，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东部战区了。没想到我居然与龙国军方达成了交易，并且还是军方的高层。这样一来，我可又多了个大客户。事不宜迟，现在就马上行动。你只是一个普通的高3学生，却被战区司令拉去签了2个亿的订单合同，只因你意外觉醒了军火商系统 AK-47、8类特级狙枪、手榴弹、战略导弹等，能想到的武器装备应有尽有。没想到在海上航行是这种感觉，比游戏里面的世界更真实。哥，这次我不想再回去了，凭什么你就能出来闯荡啊，而我却只能老老实实上学？等你长大了再说吧。哼，自己都当上军火商了，还逼着我上学。雷神、阎王、老狐狸、小蜜蜂，你们4个立刻前往巴铁，完成武器的交接。是。林川的武器性能应该非常强，但是这件事需要你们去亲自验证。另外，如果巴铁没有能使用反坦克狙击枪的士兵，还需要你们去教会他们使用武器，甚至亲自上阵，明白吗？司令放心，雷电突击队从来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安然，这次需要你做的是一个特殊任务。什么任务？林川这个人，连我们东南军区的情报系统我查不明白。龙国需要他，但是也要了解他，而你的任务就是去应聘他的助理。就在高士威这边的5人纷纷展开行动的时候，林川也带着林雪抵达了军工厂。哥，你竟然拥有一家能够生产武器的工厂！军工厂里面现在只有4条生产线，至于以后可能还会有第5、第6条，甚至还会有第2个军工厂也说不定。这样复杂的生产线竟然完全不需要人来操作？不需要啊，这本身就是自动化的。哥，你是怎么弄到这么多生产设备的？你离开家的时间也就只有3个月啊！这些东西你不需要知道，你只知道你哥我可以允许你随意玩就够了。谢谢你，哥。我需要你们把地下军工厂进行扩建，我要再建立2条大型的生产线。这里是施工图。好的，老板。大黑，这里的事情暂时交给你，让大白照顾好我妹妹。明白，老板。现在国际局势十分紧张，各国都在向外转嫁矛盾，试图通过战争或摩擦转移民众视线，这对林川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机会，所以军工厂升级势在必行。安排完这些，林川想起之前发的招聘广告，便查看手机邮箱，只有一个叫安小云的应聘者，20多岁，面容清秀，但看到照片时，林川立刻发现了不对劲。大黑，我走后继续开拓军工厂，下一次我再回来的时候，我需要见到他崭新的出现在我面前。大白，反坦克狙击枪制造完成后，带着货走海路，从卡拉奇进入巴铁，我会在白沙瓦跟你会合。回国后的第2天，林川准备见一见这个应聘的人，就选定了公园作为面试地点。你是安笑云？对，我就是发简历的那个，您就是林先生吧？你应该仔细看了我的招聘要求，对吧？不过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干的这一行是行走在灰色地带的，经常需要跑到各种战场去，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偷渡。
我知道你是军火商，但是这种事情难道不应该偷偷的做吗？那您看我这样的条件符合吗？老实说，我比较缺钱，在看到您开出的工资之后，我就已经猜到可能不是正常的活。你会玩枪吗？自动步枪、狙击枪什么的？安然顿时愣住了，他的任务是潜伏到林川身边，但是整个龙国会玩这些战场杀器的，貌似也只有军人了吧？你看他的样子啊，肯定会玩啊，说不定还玩得很专业呢。哥，你难道见过他？我跟他当然是第一次见面，我不是一直都跟你在一起吗？林川在知道应聘者是安然之后，心中就有了捉弄他的想法。他知道安然肯定是奉了军方的命令前来自己身边卧底的。姐姐，你不要怕，我们两个都是好人。林总，我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什么？工作内容嘛，第一项就是帮我照顾好我妹妹。你也听到了，她现在的思想是有点跑偏，很危险。主要是我比较忙，没有那么多时间。你对这部分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我只负责做好我自己的工作。保护我妹妹只是一部分内容，除此之外，我的助理还必须会做所有的家务，包括但不限于给我和我妹妹端茶送水、暖被窝之类。哪里？哥，你还能不能再无耻一点啊？你看助理姐姐都不说话了。刚刚你那些要求我可以答应，但是一些出格的事我是怎么都不会做的。你想多了，这就是一份助理的工作，不包含其他，除非你自己不满意这个位置，想要升级为安秘书。哥，你到底在说什么？我说的是你的面试通过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助理。谢谢林总，我会做好自己的事的。我现在该从哪部分开始？别急，当务之急是给你一个新名字。什么新名字？我的任务里面应该没有包括这部分内容。但咱们这一行的都得有个化名，你懂的，假护照什么的上头要用。我给你准备了2个化名，一个安丫，一个安然，你选一个。安然太难听了，还是叫安丫吧。我也喜欢安丫，我觉得脑子有问题的才会叫安然。老板说的是。那行，从今天开始你就对外自称安丫，不过我的手下都是大字辈的，所以从今往后我叫你大丫。好的，老板，我会努力适应。大丫，你从现在就开始上任了，今天晚上准备好旅行用品，咱们明天就得出趟远门了。去哪里？战场。一个年年领奖的高3学生，却时常游走在硝烟弥漫的冲突地带。野养及时的轿车内，军火交易的紧张气氛在加速的车轮下愈发凝重。这次我们要和谁接头？当然是冲突地区的交战军官，不然谁来买我们的军火？开快点，不然大白都要等着急了。我们马上就要到了，到白沙瓦后，我可就只负责你妹妹的安全了。放心，不会有什么危险。我要是也能有几个忠心耿耿的手下就好了，不用太多，像大白这样的有10个就够了。到时候就让他们叫我女王，成就我的梦想。你的梦想不是成为吃鸡里面的王牌吗？那只是一个小目标，我真正的目标是成为像我哥一样的人，霸主般的存在，你懂不懂？这里看起来很像那么回事吗？什么很像那么回事？说了你也不懂，叫我女王陛下，快！好的，女王陛下。这时大白从里面走了出来，看到林川身边的安然时，眼神中充满了敌意。这是新招的助理，是我的手下。吓到你了吧？大白其实人挺好的，你们能相处愉快。切，安然只是心中暗笑，特种兵出身的他，怎么会被一个外国人吓呢？你来了，我的朋友。拜亚姆将军，非常高兴能跟你合作。林先生，我听说你在泰国湾做过几笔生意，那些还都是小买卖，现在我比较关心的还是这笔交易的顺利进行。林先生，与你的交易很重要，我已经见到了你的武器，也相信他们的质量。我听说您之所以确定阿琼的炮塔护甲可以被击穿，是因为您有阿琼的图纸。是的，不过我只卖武器，图纸不卖。您需要从我这里弄一点阿琼回去吗？我给你打个5折，250万1辆，怎么样？阿琼坦克就不用了，如果你的武器真的能有那么强的威力，我不介意给你多介绍几个客户。做商人最重要的便是信誉，我要保证每一件从我手中走出的武器都没有问题。拜亚姆将军，相比这些，我更期待我的武器在战场上的首秀，我相信他们会有出人意料的表现。林先生，如果这次战争中你的武器表现惊人，我想你也会出现在我们军方的供应商名单上。放心，将军，我保证你会看到一场精彩的烟火秀的。既然您那里有阿琼坦克，那么其他坦克有没有？当然有，只要你有足够的金钱，你需要什么我都可以卖。什么 MEA299A 豹2挑战者2。就在林川与拜亚姆少将商谈之际，林雪的目光却落在了几个身着巴铁军服的士兵身上。他们这里怎么会有东方脸孔的人在？你想干嘛？
我要学习怎么分辨龙国特种兵。你看啊，我哥的生意做这么大，说不定就会有军方的人跑来卧底。如果军方真的派了卧底，你会怎么办？我这个人最恨卧底了，以后我如果成立了王国，是肯定不能出现卧底的。如果是男的，我就给他涂蜂蜜，让蚂蚁去啃他，而且还不能让他随意动弹，一定要绑起来。如果是女的，就抹上鱼胶，让猫去舔，也是同样的要绑起来，不能动。我哪里？你装什么傻白甜？我16岁都知道的事情，你24岁不知道？这些学生都怎么了？16岁就已经开始研究这么高深的领域了吗？我总觉得用猫去舔不太符合我女王陛下的人设，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主意？我对这些真的没什么研究，还是你自己想吧。还是理工大学毕业的呢，都不如我一个初中生。其实我知道一种方法，可以抹上盐巴，让山羊去舔，因为山羊舌头上又有很粗很硬的倒刺，所以这种刑罚很受欢迎。在这片土地上，古代埃尔利亚女王就是用这种刑罚来惩罚那些宫女的。你当着你妹妹的面说这个？说什么？说什么山羊舔个脚底板怎么了？啊，脚底板？是啊，你以为是舔哪里？是不是有更好的主意？没有，我知道是舔脚底板，只不过我觉得舔脚底板太凶残了，画面之残忍让我不敢想象。哥，你不该偷听我们讲话，这是女孩子的秘密。我不是偷听，而是要过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我们马上要动身前往克什地区了。听说那里有很多山羊。看着林川那邪魅的笑容，安然感觉自己的全身都在颤栗。出发吧！林川这次来不仅是试验狙击枪，更是要在克什地区打开市场。而在这个复杂的局势下，解决阿三神坦的问题成为了关键。林先生，我们到了。林川下车后看到山顶的哨所，这里是巴体的前线指挥部，距离阿三前进部队最近的地方。我要亲自去看看这个战场。当别的同学都在寒窗苦读的时候，你却游走在硝烟弥漫的冲突边缘。然而你带上秘密武器到达即将交易的地方时，却遭受到各种质疑。他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年轻军火商？怎么身边还带着一个小女孩？他肯定还没有初中毕业吧？不可能，龙国人出名的不容易老，40岁看起来和10几岁差不多的比比皆是。林川登临哨所的制高点，一眼便望到了远处战场的场景。此时已经浓烟滚滚，炮声隆隆。巴国部署在克什地区的装甲力量严重不足，阿三坦克完全是在小镇里肆虐。哥，你在拿大拇指比划什么？应该是在测量距离。一般的坦克射击仰角都在13至14度之间，这是包括龙国在内的多数坦克的标准。而阿三的作战地形多为山地，所以他们的阿琼坦克采用了18度的大仰角射击。这个哨所恐怕很难守住。放心，阿三坦克打不到我们，这超过了阿琼的射击仰角。林雪这时候也拿大拇指比划起来，看样子像是在测距。阿三的坦克现在是没有射界，但是他们肯定会针对我们所在的位置发起攻击。一旦抵达半山腰的那道山脊，他们就有射界了，然后可以一边坦克炮掩护，一边冲锋。放心，他们到不了那里的。与此同时，靠近巴铁阵地这边的山腰上，几个身着巴铁军服的士兵也正顺着山路向下走去。雷神，我们上一次在这样的高原环境作战是什么时候？上一次半年前吧，出的任务太多，有些记不清了。阎王，你和老狐狸去左前方的独立石后面埋伏。小蜜蜂，你跟我走。无线电试音，收到回复。阎王收到，完毕。老狐狸收到，完毕。小蜜蜂收到，完毕。这个地方真的没办法放弃，怪不得陈司令还要特意派我们过来。是啊，如果让阿三把这个山口打下完了，那么他们就打通了前往龙国的通道，坦克部队就能直接深入我们的腹地。喜马拉雅山脉作为天然屏障，虽不妨碍人员往来，却阻挡了坦克部队的通行，因此他们把主意打到了克什通道上。表面上是与巴国争夺克什地区控制权的边境冲突，但是阿三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此时所有人都很严肃，这也就是这场冲突烈度并不大，龙国却如此上心的原因。雷神，林川给的狙击枪究竟能不能发挥出他说的那些作用？我们试验过他的枪，威力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阿琼坦克的弱点。枪打钢板是没有问题，不过这次我们面对的是阿琼坦克，谁知道这把狙击枪面对这样的重型装甲到底有没有效果？面对小蜜蜂的忧虑，雷战也心有质疑。虽然狙击枪在出厂时会通过打钢板的测试，但在实战中通常只能发挥6-7成的效能。寄希望于林川这样的年轻军火商确实不太正常，但是这是军方高层的决定，我们也只能执行。警戒！架好狙击枪，准备战斗。高原环境下大气密度较小，子弹产生的下移角度不如低海拔地区。这些特点不需要我再提醒了吧？老狐狸测量风速距离，小蜜蜂担任观察员。阎王，你是狙击主力，等对面坦克放近了，我们就开打。明白。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临川的大狙以及狙击枪中被他大肆称赞的乌星穿甲弹了。在雷电突击队做战前准备的时候，山顶哨所的前线指挥部里也收到了阿雄坦克逼近的消息。哨所已经进入1级戒备，龙国特种兵也已经就位，不知道临川的枪究竟能不能克制阿雄坦克？将军应该没问题的。如果这片高地守不住，那么阿三坦克将长驱直入克什地区，到时候整个克什都将成为阿三的天下，而我是哨所的前线指挥官，负的是主要责任。面对副官的安慰，班亚姆没有一点的放松。战场上没有退路，他只能孤注一掷。这次阿三来势汹汹，我们要先把他们这几辆坦克解决了，绝对不能示弱。临川，你现在在哪里呢？怎么感觉周围荒无人烟的？之前不是在交易军火吗？难道现在去旅游了？你们之前不是说要看看真正的战场吗？正巧你们打来了，我现在就在战场上。哪里有战场啊？临川，你又骗我们！对面就是阿三的阵地，现在应该能看清楚了。天哪，临川真的到了战场？他面前的是什么？是哪个国家的阵地？临川，你也太大胆了吧！虽然你不用上学了，但是也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你是我们学校的骄傲，怎么能让自己置身险地？校长已经定做了你的大幅相片，现在已经挂在了名人墙上，跟徐志摩并列。徐志摩，校长真是看得起我。我最近卖了一批军火给巴铁，就是专门针对这些阿雄坦克的，我也只是过来验收一下成果。临川，那可是阿三的坦克。虽然我知道你是一个称职的军火商，但是你也不能往人家炮口上撞啊！怎么还不开枪？还没进入射界呢。注意，坦克即将进入预定位置。阎王，最后确认参数。前面的路比较平坦，没什么阻拦，我们可以再往前走走。好戏要开始了，这次给你们放个烟花。即时风速4米半，方向北偏西30度，地转倾向力可以忽略，但这次还是要把弹道抬高1公分。坦克暂时呈一字形前进，没有变阵的意向，前后间距50米，速度15。将军，要不要催下面开枪？不要。到底还打不打？我都等急了。林先生，你怎么看？这是没击穿吗？看来你们还不了解我的武器，不过也没关系，你们马上就要看到了。刚刚的弹道没有任何问题，已经精准命中了炮塔部位，为什么没有奏效？你们看，那辆坦克好像冒烟了。阎王，继续射击，这次多开几枪，不必完全局限在炮塔的弱点上，也在其他部位多做些测试。明白，正在找射击角度。以前还以为临川说的阿琼弱点不靠谱，现在看竟然是真的，我们都小瞧这个军火商了。第二发好像没有爆炸啊，也没有冒烟，主要是打歪了。阎王，继续瞄准其他位置，尽量让这两枪看起来像巧合。雷战不希望阿三知道阿琼坦克弱点已被识破，他只需为阿三的相关设计人员和官员提供一个借口，以蒙混过关。只要这种侥幸心态存在，阿琼的弱点就会一直存在。将军，几个灰头土脸的阿三士兵从车里爬出来了。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跑吗？我看后面那辆坦克也没坏啊。你只看到了表面，由于穿甲弹和坦克装甲硬度极高，因此穿甲弹在命中装甲时瞬间升温到上万度，导致穿甲弹融化并形成高温金属射流，熔穿坦克装甲。这股金属射流随后冲入坦克内部，并且引燃坦克里的易燃物。你为什么懂那么多？大学里学过，我说过的，我上的理工大学。理工大学还会学怎么打坦克吗？老师上课时偶尔提到的。林先生，这次非常感谢你的付出，我想八国所有战士都会铭记你对我们的支持，这也是我希望的。林先生，不知道除了反坦克狙击枪之外，你还有什么武器？我想我们的合作面还可以再拓宽一下。只要你们的军费足够，你想要什么武器，我都能给你。半天时间，克什山口战场上出现神秘武器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阿三军队高层，也传到了阿三总理那里。我需要你们告诉我你们看到的、听到的一切，不要任何隐瞒。我们都没有看到对方的武器，但是那种武器打在坦克上之后，直接击穿了厚重的装甲，车长也因为在坦克后面被打死了。能够穿透坦克装甲的武器，除了同样是坦克发出的穿甲弹，还能是什么？但是战场上也不可能出现坦克，士兵也没有见到，难道是激光武器？为什么你们身上有烧焦的痕迹？是有东西击中了电气设备，坦克也是因为这个瘫痪的。那你们为什么没把车长的尸体带回来？坦克当时发出一声巨大的响声，然后就瘫痪在那里。我们出来后还有巴铁士兵在放枪，根本没办法带人走。你们身上究竟还有没有阿三战士的勇气？你们除了枪声，还有没有听见其他声音？应该是枪，可能是反坦克狙击枪。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我问你，阿琼什么时候这么不堪，一把枪就能把坦克给干掉？士兵们不敢再说话，默默站在原地，他们有苦说不出。把这几个士兵带走，送上军事法庭。等所有人出去后，莫里拿起卫星电话拨出了一个号码。总统先生，我是莫里。克什的战争怎么样啊？总统先生，我需要一个解释。什么解释？你不知道我们这边战场上面的情况吗？我才刚刚睡着2个小时就被你吵醒，而你竟然问我知不知道战场上面发生的情况？你认为我会知道吗？总统先生，我们占领克什山口的计划失败了，巴国已经拥有了对付我们坦克的武器。你说什么？我们的侦察部队全军覆没，没有一辆坦克回来，而且这件事就发生在今天下午。你确定不是你们把坦克开沟里去了？坦克部队什么都没干，只是前去探路，但是走到了一半就被枪干掉了，而且是全部被干掉了。被枪全部干掉？你们没有撤退路线吗？坦克怎么能被枪干掉？我们的路线只有一条，但是坦克直接被枪干掉了，而且对方只开了2枪。就这样，侦察部队全军覆没，只有几个士兵跑了回来。你是不是喝多了，在跟我说笑话？总统先生，我绝对不是在说笑，虽然这听起来荒谬，但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我相信我的士兵没有做出什么错误的行为，只是对方的武器太强。我记得你们米国拥有全球领先的反坦克狙击枪技术，你也说过贵国会全方位支持我们，不会出任何纰漏。沃里先生，你究竟想说什么？难道你认为是我卖给了巴国武器去对付你们的阿琼坦克？你是在怀疑我的信任，怀疑我作为一个米国总统的诚信度？总统先生，我起初也不敢相信，但是从士兵带回来的消息，这确实是反坦克狙击枪击中坦克造成的损伤，爆破的圆形损伤口只能是反坦克狙击枪造成的。我怎么知道你们的士兵是怎么搞的，都能把坦克给扔到战场上？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们干不出来的？总统先生，我们的战士都是最勇敢的勇士，根本不是软蛋。谁知道你们那些神奇的阿3士兵脑袋里装的是什么鬼玩意？行，我承认你们的士兵都很勇敢，行了吧？不过你还是具体说一说战场上的事，不然我根本不可能知道哪里有问题。阿琼坦克上面的爆破口出现的都是相同的位置，在坦克炮塔那里。不会是阿琼坦克存在什么关键的致命的问题吧？就凭阿3的这个尿性，他们很有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莫里，你好好想想，你们是不是泄露了阿琼坦克的弱点？其他武器可能针对这个弱点做出精准打击。不可能，阿琼坦克装甲虽然有弱点，但是那个位置角度极其刁钻，根本不是普通武器能够打穿的。只有反坦狙击枪才有可能精准命中坦克的薄弱点。你确定是反坦克狙击枪打的？我只是卖给巴国一款反坦克武器，竟引得2大国元首隔空激烈交锋。你确定是反坦克狙击枪打的？就是反坦克狙击枪打的。对方攻击的阿琼坦克装甲最薄弱的地方，那里的装甲只有200毫米，被敌方一枪穿透。我记得你们米国拥有全球领先的反坦克狙击枪技术。莫里先生，你究竟想说什么？你是来兴师问罪，还是怀疑我作为一个米国总统的诚信度？反坦克狙击枪，我们米国还在研发中，根本就没有成品。再说了，如果坦克装甲全面强化，就不会被攻击。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立即加强阿琼坦克的薄弱环节。坦克这边我已经让人加了一块外挂反应装甲，但是这也就是把一枪能够打穿的位置变成了2枪。我说的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需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对坦克内部进行改动，但是那样的话，整体结构都要做出更改，根本不是1天2天能够完成的事。你尽快把短板补齐，我这边会帮你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有，我再次跟你保证，不会是米国泄露了狙击枪的技术，也不可能出售给任何人。那现在战场上只能暂时僵持着了，暂时不要有任何动作。杰克对莫里这个猪队友很是头疼，挂了电话就喊来了军事顾问。我们的反坦克狙击枪也知道什么阶段了，能不能打穿阿琼坦克200毫米厚的装甲？暂时还达不到。我们的狙击枪现在只有150毫米的穿身，而且我们的枪目前还在研制阶段，只有极少数的样枪。那阿3的坦克是被什么打穿的？给我查所有出现在巴国的外国军人的信息，还有黑道势力军火商。总统先生，最近有龙国军火商曾经出现在白沙瓦，而且还跟巴国军官有过交涉，目前还没有查到对方返回的讯息。什么？为什么没有早点报告这个消息？这个人只是一个小军火商，我们认为对方可能就是过去赚点战争财，所以没怎么放在心上。赶紧查这个军火商究竟是谁。杰克此时已经蛋疼到了极致，千算万算，没想到最后被一个小小的军火商给干了。此时林川正在白沙瓦一座繁华的宫殿中听着安然的汇报。老板，拜亚姆将军手下的副官今天表示，还要再加购30把巴雷特，需要配套的钨锌穿甲弹3000发。这不过是3000多万刀的小生意而已，下次你可以直接同意。另外告诉巴铁，子弹我不收费，直接送给他们。你清高，价值几百万的子弹说送就送。
怎么了？巴铁经济实力不行，我这只是扶贫而已。哪有你这么扶的？我家里这么穷，也没见你主动掏钱给我。等你什么时候表现好了，比如主动给我暖个被窝什么的，我就考虑一下给你发点奖金。哼，不可能！安然虽然生气，但是还得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龙国军方这次也追加了100把巴雷特的订单，也包括佩特的子弹，总金额1亿美金。盟国军方真是小家子气，才买100把，而且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打什么主意，肯定还想着山寨我的枪。可惜的是，他们山寨的永远也不能跟我的比。那你这次能赚多少钱？也就1个亿吧，这种生意做着有点没意思。1个亿你还嫌少，真是个万恶的资本家。你未免太小看军火交易了，这样的订单以后有的是。这时大白突然从外面跑进来，到林川身旁附耳低语了几句。哈哈哈，真正的大生意来了。林先生，这次我可是慕名而来。那我只能说你来对了。请问阁下的身份是？我的名字太长，林先生可以叫我阿拉丁。这次前来是准备跟你谈一单生意。至于我的身份，不知道林先生知不知道新月军团？新月军团就是伊国抵抗军，以伊国东北部作为大本营，是伊国第3大势力，总兵力超30万。军团司令的名字能写1页纸，一般叫做阿米拉，不过也可以被叫成阿拉丁。没想到林先生竟然对我们新月军团了解这么多。干我们这一行的，当然得了解自己的大客户们。既然林先生知道我的身份，想必我的来意您也清楚。不过我需要先问您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你对我们行动的态度。我是一个商人，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在我这里买武器。林先生，其实新月军团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弱小，我们有伊国20%的油田做支撑，我们不缺钱，缺的是装备，而且米国一直在盯着我们，他们封锁了我们运输的渠道，这是您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不用多说，我都明白，不过这些都无所谓。林先生，你真是帮了大忙了。不过您真的有能力突破米国的封锁吗？必须提醒你，如果米国人截获了你运输的军火，恐怕他们会直接动用斩首这样的手段。商人都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风险与收益永远都是成正比的。而且凭借我跟龙国军方的关系，我相信他们会替我解决很多麻烦的。阿拉丁看着林川如此的自信，也露出了若有所悟的表情，突然感觉明白了什么。阿拉丁先生，您需要些什么武器？林先生，新月集团最需要的就是能够对付米国 M12坦克的武器，比如说比之前那把更强大的反坦克狙击枪。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款反坦克狙击枪能够击穿 M1A2 的装甲，至少在目前 M1A2 是名副其实的陆战之王。阿拉丁见林川没有答应他的交易请求，他的脸上已经写上了大大的失望。反坦克狙击枪没有用，我们还是一步到位吧。林先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可以提供另外一种思路，反正现在米国在伊国战场上最让你们头疼的就是坦克，不是吗？林先生，你说的我还是不太清楚。我能提供 M1A2 给你，米国的武器应该让他们自己去头疼，不是吗？接上集，阿拉丁代表的新月军团正面临生死存亡，急需高端武器来扭转战局。此刻，林川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改变几十万士兵的命运，甚至左右整个战局的走向。林先生，我了解你在克什战场上的表现，而且知道你在军火交易上的信誉。虽然我不了解你的渠道，但是你真的能够提供 M1A2 吗？这些你都不必担心，我现在最想看到的应该就是米国在战场上看到自家武器时的样子。林先生，我想立马购买你手中的坦克，如果交易达成，我们新月军团的地位将再上一个新台阶，赶走米国也将指日可待。届时无论是新月军团还是伊国宗教都会视您为贵宾。你们手下有没有能操作坦克的士兵？新月军团内部有很多前共和国卫队的成员，而共和国卫队本身就是以精锐的坦克师为主的，就是不知道 M1A2 多少钱一辆。米国军方对 M1A2 的官方采购价大概是600万美刀一辆，而我这边走的是黑市的渠道，肯定是要有溢价的。这些我都明白。既然新月军团已经把我当作朋友，那我也给一个友情价，1200万美刀一辆。安然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没想到林川直接报了2倍的价格，而阿拉丁则满脸激动地看着林川，原本以为他会漫天要价，没想到只是涨了2倍。林先生，新月军团会记住今天，我本人也感受到了你对我们新月军团的支持，这份友情是无价的。不知道你们想买多少？我暂时的考虑是先武装一个装甲团，大约需要100辆坦克左右。可以，作为样品的食量，我会在1个月后交付。至于地点，你来选择。林先生，对你的行为我再次表示感谢，我会在15天之内将交易额的30%提前支付给你，剩下的装备我希望在半年之内完成。没有问题，收到定金的同时，我这边就将发货。阿拉丁与林川谈完交易后就离开了，安然在一旁惊讶不已，他刚刚亲眼目睹了林川完成了一笔12亿美元的大生意，难怪之前林川不把跟龙国的交易放在眼里。哥，这次生意你赚了多少钱啊？大约10亿吧。
刚刚为什么你加价1倍，对方还会很高兴？这价钱都够买一架战斗机了。你这个助理有点不称职。我问你，除了我之外，谁还能给星月军团提供高端武器装备？军火市场赚钱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是一个卖方市场，而不是买方市场。换句话说，有钱没用，有装备又肯卖才行。直接加价1倍也太狠了吧！除了我这里，他还能在哪里买到 MEA2？ 我只加价1倍，算是很给他面子了。为什么要给对方便宜啊？难道多赚点钱不好吗？当然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拥有更强大的实力。这个地方少赚一点点，后续会成倍的给我回馈，以后你就知道了。准备一下，该回家了。又要享受当女王的生活了。你怕是没睡醒，一看你就没见过世面。真正的女王就是像我这样的。这个岛是你哥哥的？怎么羡慕了？你如果也想当女王的话，可以考虑嫁给我哥，一步到位。欢迎来到我的军工厂。安然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全自动的人工智能军工厂，一个个机械臂在有序的操作，生产线上不断输出各种武器装备。你是谁？干什么的？为什么出现在工厂里？大黑，他是我的手下，把枪给他看看，让他开开眼界。安然在生产线欣赏各种武器的时候，林川一个人抵达了新厂房区域。打开系统面板。姓名林川，年龄18，资金4880万美元，军工点15万8000点。打开系统商城，兑换坦克生产线。武器名称 MEA2， 购买所需军工点数3万点。购买。林川安置好新的生产线后，就到外面叫上安然离开了地下军工厂。你刚才去哪里了？造坦克啊。你从哪里搞来的原材料？这些东西很难搞吗？林川也不想解释太多，坦克里面常规材料他已经通过其他渠道转运过来，但是那些稀有材料他都是通过系统兑换的。哎呀，助理，什么事？老板说让你们过去，坦克造出来了。林川，你现在在哪呢？你后面好像是坦克，你从哪里搞来的？这是 MEA2， 我刚刚造出来的。林川，没想到米国的 MEA2 你竟然能自己制造，怪不得学校会让你上名人录。别提什么名人录了。你之前在巴铁的事情已经传到了学校，军方说你在克什战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准备给你颁发个荣誉证书，就是找不到你的人。你们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糟了，我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忘了。林川，这次其实是校长让我们联系的你，我们学校的校庆马上就要到了，校长说请你一定要到场。好了，知道了，我会去的。林川明白学校邀请他参加校庆主要是为了撑场面，正犹豫有没有必要回去时，目光扫过邀请函上的一条信息，他知道这次非去不可。作为一个军火商，不能在电视上公开打广告，但若我能在校庆上打个广告的话，这不就等于给自己竖起了一个巨大的招牌吗？只是该拿什么去打广告呢？枪械和坦克都违反龙国法律，这玩意儿是不可能弄到学校里去的。算了，来不及了，路上再想吧。他本是回校参加校庆，却因米国的阴谋与倭国的挑衅，瞬间升级为一场惊心动魄的海上对决。为什么把你妹妹留在岛上，反倒带上我？这次回去是参加高中校庆，我妹妹出现在那里算什么事？而且你不知道她的性格吗？那干嘛不让我在岛上照顾你妹妹呢？老实说，你长得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带过去也有点面子。而且你有头脑，带上你可以帮我出主意。想什么办法？想想我到底该弄点什么军火过去，才能够让我在校庆上一炮打响呢？你准备在你们学校校庆上打广告？是啊，你读这么多书，要不帮我想点给力点的方法？当林川离开小岛时，米国总统办公室内，杰克正坐在办公桌前，看着 CIA 副局长递交的报告。布鲁托，你说巴国战场上出现的反坦克狙击枪是我们巴雷特公司的产品？确实是这样。米国的保密工作大部分都交给了你，但是现在你竟然告诉我们最新的技术被窃走了。其实这次没有泄密。不要为自己的失职去找借口。总统先生，这不是借口，战场上的是不属于我们国家的武器。你说什么？你的报告里面不是说就是巴雷特公司的产品吗？我们在克什战场上的顾问传来消息，画面中的狙击枪和子弹外观与巴雷特 XM109 反坦克狙击步枪相似，但是巴雷特公司的这种狙击枪的理论穿身只有150毫米，而战场上使用的狙击枪却达到了超过200毫米的穿身，正好能够击穿阿琼坦克的弱点。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改变子弹的材质和外形就可以增加穿身，比如将常规钨芯替换为平铀，就能大幅提升穿身效果。总统先生，您说的没错。这次事件的关键在于龙国是如何获取我们尚未完成的 XM109 狙击步枪的，必定是内部有叛徒将武器泄露给了龙国，这是你们 CIA 的责任。
总统先生，这是不可能的。你在质疑我的判断吗？事实上 ，XM109 反坦克步枪实际上并不存在，它还只是一个构思，连设计图都未完成，它仅仅停留在想法阶段。连设计图都未完成，这把枪却已出现在战场上，甚至击穿了阿琼坦克，这是怎么回事？是穿越还是离异？这个世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有没有找到是谁出售的这批武器？已经查到了。布鲁托递给杰克一张照片，杰克看后震惊不已。不是龙国军方，他是一名龙国高中生，名字叫凌川。你难道要告诉我巴雷特是他提供给巴国的？确实是他。我想知道关于他更多的消息。这个军火商最开始活跃在泰国湾，与昆氏兄弟进行过交易，此外还和几名龙国雇佣兵有过交易，最近才到了白沙瓦，应该是临时受到了龙国军方的指派。等等，你说的龙国雇佣兵不会是咱们通缉榜上的那几个吧？就是他们，总统先生。他们今年不开学，到底放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妖孽？而且最近他还跟星月军团的高级将领进行过密谈，应该也是达成了交易，不过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确认。星月军团一国的人真是还不死心。布鲁托，这次从你们 CIA 抽派人手去把这个人解决掉，免除后患。总统先生，这件事恐怕不会那么简单。CIA 什么时候可悲到这种地步了？连一个小小的军火商你们都害怕？我们不是害怕，只要他一死，不仅一切重回轨道，那几个不好好上网课的龙国雇佣兵也就失去了军火来源。只是凭借这个凌川跟龙国军方的关系，我们如果动他的话，龙国特种兵也必然会对我们的军火商展开斩首行动。但是这个凌川非除不可。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只要这件事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那么龙国就没有理由动手。说说你的看法。我们完全可以让其他国家去做这件事，毕竟我们有很多盟友，而且没必要直接把对方解决掉。我想他身上还会有很多我们想要知道的秘密。我们的卫星已监测到该军火商近期行踪，他预计不久将从西太平洋返回其老家龙国东海市。有道理，帮我接通倭国的电话。林川为了赶时间，不得已加快游艇的速度，仅用1天就穿越了东部海峡，进入了龙国东部海域。老板，前方有3艘倭国军舰，看体型应该是2艘炮艇以及1艘小型护卫舰，他们正摆出拦截姿态。小岛君，没想到我们拿到这艘战舰后的第一个任务，竟然是拦截1艘游艇。少佐阁下，这次的任务虽简单，但回报丰厚。这是首相大人亲自布置的任务，完成的好，必然会在首相大人心里留下好印象。到时候您必能重现家族荣光。小岛君，让2艘炮艇加速，我们必须在他们抵达龙国控制区之前拦截下来。少佐阁下，需不需要通知炮艇小心？毕竟对方是军火商，游艇上可能有武器。1艘游艇能有什么防御手段？命令坂田号和深田号不要开火，保证对方活着。这是米国总统指明想要的人。老板，倭国军舰发来明码通讯。倭鬼说了什么？他们说我方已经进入倭国海域，立刻停船接受检查，否则他们会将我们击沉。倭国海域，倭鬼好大的狗胆！作为军人，安然对胆敢挑战龙国主权的生物自然不会客气，这是他难得的骂脏话。他们就是冲我们来的，我们肯定会被逼停的。来就来吧，2艘小炮艇而已，我真不放在眼里。你的船上究竟有没有违禁品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可以暂时配合一下，然后等龙国军方和外交部捞人。我是一个军火贩子，你说有没有违禁品？那现在该怎么办？大黑大白，别理他们，加速前进。如果这些倭鬼敢拦，那就给我直接撞。这些家伙天天在这里撞击龙国渔船，今天竟敢来挑衅我，那就让他们见识一下谁更硬气。是，老板。大黑大白，别管这帮倭鬼，加速前进。如果他们敢拦，那就给我直接撞。是，老板。你想用游艇去撞炮艇，我还想多活2年呢。舰长，我怎么看那艘游艇向我们主动开过来了？应该是想逃进龙国控制区吧？太天真了，他们真以为我们会跟他们玩追逃这种游戏？他们很快就会明白我们的意志了。这片海底，那些龙国渔船会告诉他们的。这种看猎物垂死挣扎的感觉，真是让人心情舒畅。这艘游艇的速度怎么那么快？难道想跟我们同归于尽？不可能，我们倭国的炮艇加装了加厚装甲，根本不是一般的舰艇能够撼动的。他们过来也只是自寻死路。多少年了，都是我们去撞别人，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自寻死路的蠢货。龙国人这些年是怎么了？怎么一个比一个蠢？难道他们连炮舰长什么样子都认不出来了吗？龙国高中生惹不得啊，一言不合就跟你比谁头更甜。老板，你别这么想不开好不好？就算是生气，也不能这样冲动啊！不要怕，我只是吓吓他们而已。大白，全速前进，给我瞄准他们船头，不要撞歪了。是，老板。我现在才是来真的。
怎么样，爽不爽？我们的船怎么样了？大黑报告船损。老板，船体没有任何损坏，唯一需要修理的地方就是船头撞击部分需要重新喷漆。安然再次愣住，心里满是疑问。很奇怪吗？一艘游艇与一艘炮舰正面全速相撞，不仅将炮舰撞沉，自身却只是掉了少许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倭国炮舰的排水量你知道吧？知道。我的游艇排水量是4000吨。那游艇的硬度呢？玻璃钢怎么撞赢的装甲？玻璃钢？你太小看这艘游艇了。这艘游艇用的是高分子材料，舰能较高，硬度是军用钢铁的6倍，是米国航母甲板钢 HY100型钢的2倍。那这艘游艇你从哪里搞来的？面对安然的疑问，林川笑而不语，因为这艘游艇是跟军工厂一起由系统赠送的。大白，瞄准剩下的那艘炮艇，给我继续撞！敢跑到这里来拦截我，不给这些孙子点教训，还真以为我好欺负。你们看，那边沉的是不是龙国的游艇？我怎么感觉像是我们的炮艇？不可能，我们的炮艇撞烂10艘龙国游艇都不成问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艘游艇朝我们冲过来了，赶紧开炮，要不来不及了！禁止开火，这里是争议海域，而且咱们得到的命令是活捉。联系少佐阁下，向他求援，咱们立刻转向，撤往护卫舰方向。什么情况？前方的炮艇是不是已经完成了任务？少佐阁下，刚刚坂田号发来通讯，深田号已经沉没了。什么？龙国海军竟然敢在争议海域动手？他们不怕我们倭国的海军吗？龙国海军没有赶到，是游艇干的。你确定吗？有没有告诉你是怎么沉没的？是的，少佐阁下，是被游艇撞沉的。为什么不早点通报求救的消息？对不起，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我也是刚刚才得到消息。让坂田号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我们的海域，那片海域是争议海域，我们不能在那里开火。全速赶往坂田号的位置，要赶在龙国游艇追上之前抵达。前方游艇，立刻停止撞击我方军舰！你闯入倭国海域，马上停船投降，否则我们将开火，这是唯一警告。老板，是要回复倭国人吗？大白，你跟了我这么久，应该明白我的行事风格的。好的，我这就撞给他们看。少佐阁下，坂田号再次发来了求救信号，他们已经失去动力，让他们开炮。既然对方找死，那就成全他们。坂田号已经无法开炮，为了尽快进入我方海域，他们已经丢弃了所有弹药。此时玉手喜气的几乎要爆炸，他想不到这个自卫队连自卫的本能都没了，现在只想着求助。准备发射导弹。少佐阁下，我们得到的命令是活捉对方。活捉？你告诉我该怎么活捉？我们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屈辱的境地，唯一洗刷这个耻辱的方式，就是让对方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鱼叉导弹准备发射。老板，你能不能不要玩了？现在我们的速度都快赶上战斗机了。这还不算最快的，不过也确实没什么意思，再加点速吧。倭国军舰发射了导弹。老板，对面的倭国军舰开炮了，你到底有没有办法？我可不想就这么葬身大海啊！安然惊恐地看着那道细长的身影朝着这边飞射过来，他的内心十分后悔，而林川正眼神平静地看着朝自己飞来的导弹。这是皇家联邦的烟花弹啊，难得有机会欣赏。这个就叫专业。这是舰防炮，你怎么会有这些东西？这可是异国海军才能有的装备。我是一个军火商，船上有点军火，有什么奇怪的？老板，对面都发射导弹了，你还不撤退吗？孔子说过，来而不往非礼也。咱们龙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讲究的就是一个礼尚往来。现在这群小八嘎都给我们送导弹了，我不回敬点什么给他们，可就太不礼貌了。你想干什么？导弹啊，搞得好像谁没有一样。大黑，把我的珍藏品发射出去，给八嘎们小刀拉屁股，让他们开开眼。很快，安然再次听到震耳的轰鸣声，眼前海面上出现了一道带着长白焰的细长黑影。他看着林川，越发觉得很神秘。这游艇不仅有坚固的高分子材料船身和舰防炮系统，竟然还配备了导弹这种武器。另一边，倭国护卫舰上，玉手喜站在舷窗前，难以置信地看着远处的那艘游艇。他动用了最先进的对舰导弹，却未能击沉它。鹰夫君，你见过游艇上有能防御火炮的手段吗？那分明就是近防炮，也就是倭国的密集阵系统。游艇怎么会有近防炮？即使是个军火商，这会不会也太过分了一点？只是还没等两人消化这个荒谬的事实时，舰艇上的火控雷达响起了警报声。请注意，请注意，现已检测到有导弹朝我方袭来，请全体人员立即进入紧急防御状态，各岗位迅速做好应对准备。赶紧启动我们的密集阵。少佐阁下，我们没有密集阵。
没有密集阵，怎么可能？这可是我们从皇家联邦那边采购的最新型号护卫舰，怎么可能没有密集阵？本来是有的，但是帝国海军因价格问题放弃皇家联盟的密集阵，打算自己采购米国的密集阵安装。由于这一次任务比较急，米国那边进口的密集阵还没运过来就出发了。起初认为对付一个军火商的游艇也用不到密集阵，但谁也没想到，最后这艘游艇能发射导弹。护卫舰上不是还有防空炮吗？看看能不能拦截下来。少佐阁下，距离太近，防空导弹已经无法锁定，赶紧发布撞击警告。他早已预料到了答案，期待的奇迹也并没有出现，无可奈何之下，只能等待导弹落下。少佐阁下，我们有救了，龙国游艇的导弹失效了。玉手洗少佐下意识地看向天空，只见头顶上一朵巨大的黑烟正在散开，笼罩了整艘护卫舰。少佐阁下，这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小岛英夫疑惑地开口，他此时感觉全身上下所有毛孔都是麻痒无比，仿佛有极细小的东西钻进了衣服里。龙国游艇在什么位置？这些该死的龙国人就是喜欢玩一些歪门邪道，这不是什么导弹，就是一个大号的烟雾弹，对方是想撞船。听到要撞船，所有人都魂飞魄散。那艘游艇今天已用2艘炮艇的战绩，证明了他是这片海域当之无愧的头铁之王。立刻避让，拉开距离，然后给我发射导弹、鱼雷、舰炮，能打的一切都给我打出去。今天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把这艘游艇送进海底。少佐阁下，我们的战舰操控已经失灵了，包括雷达、通讯、控制乃至武器单元都失灵了，我们动不了了。玉手洗身体晃了晃，差点倒下。此时他也明白了，刚才的导弹并非烟雾弹，而是一枚特种弹。他呆呆地望着远处风驰电掣般冲来的游艇，一抹寒意涌上心头。另一边临川的游艇上，安然正打量着远处海域的维斯比号护卫舰。对面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不继续攻击，也完全不动了？他们不是不想动，而是动不了。为什么？那枚导弹不是普通的攻击型导弹，而是石墨导弹。它爆炸时不仅会产生特殊的黑色焰火，还会迫使对方的电子设备失效。现在我们要干什么？你不会又想去撞船吧？难道我的游艇喷漆不花钱啊？今天已经撞翻了2艘炮艇，倭国人的心态怕是也到了崩溃边缘。再说对方现在根本就动不了，用不着再去撞船，他们现在也就跟白给差不多。老板，倭国护卫舰升起了白旗。安然拿起望远镜，定睛向前方看去，只见原本挂在桅杆顶端的姨妈旗此时已经被降下，取而代之的是一面白色的布。你准备拿这艘护卫舰怎么办？送上门来的军火走私船，它不香吗？你不是军火贩子吗？怎么还做起打劫的生意来了？而且还打劫军舰？唉，老娘试用期都还没过，就成了海盗了。与此同时，护卫舰上的倭国士兵面如死灰，玉手洗看着升起的白旗，内心忐忑。他虽暴躁却不傻，对方不是用便宜的普通导弹炸沉护卫舰，而是用石墨导弹瘫痪其操纵系统和电气设备，目的已经是十分明了。去检查一下船上的救生艇，一会我们所有人乘坐救生艇迅速离开护卫舰。没想到倭国人连一丝反抗的心思都没有。他们拿什么反抗？他们的生命都取决于我的仁慈，还有什么胆子反抗？林川看似仁慈，不仅没有伤害那些倭国人，还允许他们的救生艇离开。然而这里是浩瀚的海洋，而救生艇没有动力，夏季的大海上也没有任何遮挡太阳的地方。大黑，开船靠近对面的护卫舰，我要上船检查一下。你敢信？一位年年领奖的高3学生，竟然在回校途中截获了一艘敌方军舰。大黑，开船靠近对面的护卫舰，我要上船检查一下。安然望着空无一人的军舰，心中满是无奈。他只是想安安心心的回个国，却不曾想老板带着他劫持了一艘军舰。他实在不愿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通缉令上。当林川等人踏上倭国护卫舰，安然看到一枚圆锥形头部向下扩展成圆柱形的狭长导弹时，整个人都变得不安起来。是弹道导弹，这东西根本不是倭国这个战败国能够拥有的东西。这是米国的利剑导弹，射程5500公里，刚刚达到洲际导弹的标准。难怪他们将这艘先进的护卫舰部署在这片海域，而不是本土。倭国人竟然贼心不死，难道还想挑起战争吗？这不过是倭国的自我安慰罢了。放心吧，如果只是他们，那倒是翻不起什么风浪。老板，护卫舰的中央控制系统电路短路了，更换完之后就能再次投入使用。很好，这些你尽快处理。哈哈哈！老板，你笑什么？我想到该拿什么去参加校庆了啊。你不会说的是这枚洲际导弹吧？对啊，不然呢？你疯了吧？龙国的法律怎么可能允许你这么做？你怕是不了解龙国的法律，这玩意儿我精通得很。龙国的法律只禁止了坦克和枪支，弹道导弹可是没禁止。你真是太疯狂了。放心吧，这不也是相当于给我自己打了一个大大的招牌吗？当林川和安然返回游艇并再次启程时，东南军区总部会议室里，几位身穿军装的高层正对着一个巨大的 LED 屏幕召开机密会议。
东海地区的海上防御部队发来消息，争议海域出现的倭国舰队与普通渔船遭遇了冲突。范参谋，详细说说情况。据汇报，这艘民船在跟倭国起了冲突之后不久，就与倭国展开了海上角逐，还撞翻了对方2艘轻量型的炮艇。民船？什么民船能把炮艇都撞翻？范天雷操纵了一下 LED 设备，然后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白色舰艇的身影。这是一艘游艇，你确定这消息没有出错？所以这件事确认无误，而且对方曾经跟倭国的护卫舰在海上进行过导弹对射，还将看似失去动力的倭国护卫舰拖曳向了我们龙国东海附近海域。一艘游艇打下了一艘护卫舰，这不可能吧？这是千真万确，不仅我们的海警知道这件事，当时在相关海域附近的多艘龙国渔船也目击了全过程，并拍摄到双方导弹对射的画面。这些视频已上传至网络，倭国人被击败的消息在国内论坛迅速传播，现在知道的人数恐怕已超过8位数。倭国吃了这么大的亏，他们能认？高士威似乎想到了什么，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难怪倭国事发后立即向我国外交部抗议，起初外交部也感到困惑，不知道这些倭鬼抽了什么风，但出于礼貌，我方还是秘密回复了一个滚字。现在看来一切都能说得通了，感情是吃了大亏，以为是我们军方做的。倭国人整天在争议海域假意巡逻，谁不知道他们没安好心，现在被民船直接干翻了，看他们以后还有什么脸面继续巡逻下去。倭国人这叫自作孽不可活，这件事估计他们也只有打碎了牙往肚子吞了，毕竟真是够丢人的了。何志军和范天雷都点头同意，如果倭国人不到处惹事，又怎么会惹火烧身？那艘游艇调查了吗？现在的具体位置在哪里？我们的侦查人员汇报说，对方现在在龙国外海的公海上，看样子暂时没有停靠的打算，而且我们也没能查出来这艘游艇是谁的。那艘游艇的旗帜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图片？范天雷再次翻动 LED 上面的画面，然后将其定格在一块旗帜上。是他！一艘彪悍的游艇挂着基里巴斯国旗，这两个特征明显指向了临川。临川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强大的武器？他的游艇在对抗倭国1艘护卫舰和2艘炮艇后，竟然毫发无损。报告旅长，紫罗兰发来紧急通讯请求，需要立刻和您通话。接进来。旅长，我是紫罗兰。我是何志军，安远，我需要向你了解一下临川的情况。旅长，我这边也有重要的情况需要汇报。你现在在哪？安全吗？我没有什么危险，现在在东海市商业区，临川正在跟走私团伙接触。难道他还需要跟走私贩子做买卖，破坏我们龙国的治安？不是，是让他们帮忙运输东西。临川的游艇是不是跟倭国舰队在海上起了冲突？是这样，这个游艇上不仅有舰防炮，还有石墨导弹，而且这些武器的先进程度并不输于我们军方的装备。更关键的是，我怀疑他船上肯定还有其他武器，展示出来的恐怕不到一半。何志军震惊地转头看向高士威，发现他也是一样的表情。身为军区高级司令，竟被军火商的手段震惊吗？他哪来的这些东西？请稍等一下。大鸭助理，老板让你快一点，要出发了。我知道，我给家里报个平安。旅长，安然，你确定安全吗？如果这次任务有危险的话，我允许你随时撤离。没有什么危险，旅长。我想他并不在意我了解他的秘密，包括游艇，还有他的军工厂。他还有军工厂？就在基里巴斯的女王岛上，里面可以生产 AK-M94 等轻武器，以及班用机枪和迫击炮等重火力武器。之前出现的反坦克狙击枪也出自这里。现在他的军工厂还得到了升级，甚至成功制造出了 M1A2 坦克。此时所有会议室里的人都说不出话来，硕大的会议室落针可闻。高司令，我知道您在场，我现在没时间汇报军工厂的事，有更紧急的情况需要汇报。高司令，我有紧急情况需要汇报。安然，你说。临川在海上抢到了一艘倭国的护卫舰，而那艘舰上携带有一枚传闻中的利剑洲际导弹。哼，倭国竟然还敢搞事！他一个军火贩子搞来一个洲际导弹干什么？这枚导弹现在在哪儿？就在我身后的半挂车上。听临川的意思，他可能把导弹运往新英学校的校庆典礼那边，作为广告拿出来展示。什么？他要运往学校？大丫，你还没汇报完吗？咱们得走了。老板，你怎么说也是高中生，我给家里打个电话报平安而已，什么叫汇报？谁知道呢？我一直怀疑东海军区那个高司令是你爸。哼，我姓蓝，怎么会有个姓高的爸爸？私生女什么的不行吗？胡说八道！咱们现在去哪里？校庆啊，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部队赶往新英学校要多久？司令，部队最快20分钟就能抵达。赶紧去安排，先尽快出动1个连的兵力，同时命令防爆部队、技术专家都集结起来。咱们现在也赶过去，直接开进去。
同学们，新英中学历经80载光辉历程，如今正迈向新的辉煌。24届的毕业生们，我坚信你们将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为母校增添光彩。新英中学不仅孕育了如徐志摩等著名人物，也为国家培养了众多栋梁之才。现在，请欢迎我们杰出的校友，中建3局合作单位宏发建筑劳务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陈二狗先生登台。新英中学百年古校，终究是没落了，最后居然沦落到让一个包工头过来撑场面。可不要小看这位陈二狗，人家家产可是过亿。就是我还曾经在报纸上看过他的传记，叫什么《陈二狗的妖孽人生》。什么报纸？路边的免费小报。那个小报纸就是我自己印的，没想到你们居然看过。此时，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传来，一辆重卡缓缓驶入众人视线。你们看，学校怎么进来一辆大卡车？我去，这什么情况？估计这是陈二狗派人弄来的。他刚才不是说要为新英中学翻新路面吗？这辆半挂车里装的应该是施工材料。不是，这也不能在校庆的时候运过来吧？谁知道嘞？估计是台上那位陈总想要显摆一下吧。这突如其来的卡车让庆典气氛变得有些尴尬。校长在台上简短打了几句圆场后，随即下台，迅速朝着卡车的方向走去。当看到车上下来的人是林川后，校长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林总，你终于来了，我可是等了你很久啊。校长，你别激动，我这不是来了吗？林总，校庆现在正进行到优秀校友环节，你跟我一起上台吧。同学们可能还不知道你回来了，给他们一个惊喜。哟，这难道就是你们学校的明星毕业生林川？林总，别理他，他就是看不惯我们学校发展。您先上舞台。不就是一个包工头吗？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啊，他甚至连你们学校的陈二狗都不如，还是别让他上台了，免得丢人。你们看，那是林川，他真的回来参加校庆了。我就知道他会回来的。话说，他还记得我们之前的提议吗？什么提议？我怎么都没印象了。校庆带导弹的事啊。我觉得太扯了。咱们林总虽然是大军火商，但是校庆怎么可能带导弹过来？你们别闹了，在国内哪能弄这些东西？同学们，相信大家对林川都不陌生。作为新英24届的杰出毕业生，他是学校的骄傲，也是我们共同的荣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国际贸易商林川上台。24届毕业生不就是这一届吗？这一届学生还没毕业吧？还国际贸易商，这么年轻，出没出过国还不一定。别那么说，说不定人家还真的去东南亚那边买卖了几车水果呢。你们凭什么这么说我们新英高中的人？林川可是上过战场的男人，是你们这些娘炮能随便鄙视的吗？而且林川还受到过军方首长的接见，他可比你们几个背地里说人坏话的老登强多了。与此同时，舞台上的林川也是说完了场面话，他顿了顿，接着开口：作为一名国际贸易商，这一次我为母校准备了一枚特别的礼物，将它送给新英中学，用以庆祝它的80周年生日。大黑，把我准备的礼物亮出来，给各位同学和来宾朋友们看看。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校庆日，当年轻的国际贸易商带着一枚巨大的金属巨兽出现在众人眼前时，让气氛变得异常紧张。作为一名国际贸易商，我为母校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用以庆祝它的80周年生日。大黑，把我准备的礼物亮出来，让大家一同欣赏。大黑拉住黑布一角，用力一挥，扬起阵阵尘土。紧接着，一根10几米长、1米宽的金属巨兽赫然出现在车上。同学们，这是我为母校准备的礼物，一枚运载火箭。祝愿母校能像火箭一样一飞冲天。运载火箭？不可能，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事？这时，一些老师和同学围到卡车前，对林川的礼物研究起来。他们发现这个与多级运载火箭有明显区别，它的装置只有1级，这样长度的燃料舱根本支持不了达到近地轨道，而它的前端也不是运载火箭常见的整流罩，而是战斗部。这根本不是运载火箭，这是利剑，一枚洲际导弹。林川居然真的运了一枚导弹回来。林川不愧是国际军火商，没想到我一生一次的请求，林川居然真的替我实现了。林川，这个东西你究竟是怎么搞来的？不会又是你造的吧？这可不是我造的，是从倭国那里抢来的。林川，那个击沉倭国炮艇的人不会就是你吧？你觉得呢？这玩意是假的吧？一个高中生到哪里去弄洲际导弹，而且还是抢了倭国人的？就一个高中生还想击沉倭国炮艇，我怕他连倭国舰艇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吧。今天是新英高中的校庆，也是我们其他几所学校的庆典。我本不想多说，但实在不忍心看着龙国的传统美德沦丧。依我看，新英高中的学生全都是沽名钓誉之辈，根本配不上我们龙国人的修养。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们新英高中哪里比不上你们实验高中？难道你们学校的学生就不算沽名钓誉？我问你们，刚刚是否听到了林川同学说他是从倭国海军手中得到的这一枚导弹？见下方其他人点头，他继续说道：我再问你们，你们觉得一个高中生真的能打败倭国海军吗？
同学们，灵川同学送的模型确实非常逼真，而且可能还是1:1的比例，这样的工艺实在是巧夺天工。但是你们要知道，倭国海军并不允许配备弹道导弹，更不用说洲际导弹了。赵如海的一番话语如铁锤般敲到所有人心底，让所有人的意念都为之动摇。灵川是为了学校才出头的，我们不能示弱。不管这究竟是不是从倭国那里夺来的，他都能当我们学校的镇校之宝了。赵校长，灵川可能只是说错了话，但是他的模型已经超过了我们在国家博物馆见到的那些，你不能忽略这个事实。对，用事实说话。同学们，东海上出现的是真正的大英雄，他为我们打压了倭国的嚣张气焰，值得我们每个人感谢。同时，我们应该铭记历史，不忘龙国曾遭受的欺压。我相信灵川赠送这个模型给新英高中是为了提醒大家望战必危，但是他不应将自己与东海上的英雄相提并论，私吞本属于英雄的荣誉。快点，再加快点速！还有多久能到？最多5分钟。高士威紧皱眉头，心中充满不安。这个时间比预计慢了2分钟，他默默的祈祷，希望没有出什么大事。而此时新英高中的气氛异常尴尬，大家本是来参加校庆庆典的，却没想到变成了两校之间的公开比拼。林川显得过于年轻，没人相信他会是海上侠盗。校长不知道如何收场，只能看向林川。林总，这枚导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放心，会有人来确定这枚导弹真假的。我想他们应该快到了哦。话音刚落，一阵引擎的轰鸣声响起，只见校门口一辆辆军车飞驰而来。那些不是军方的车吗？我的天，这是什么情况？校庆怎么还有军方的人参加？难道新英中学还有毕业生在军方服役吗？我去，连直升机都来了，这也太炫酷了吧！新英中学这一次校庆牌面拉满了呀！守住这辆车，禁止任何人靠近。是。司令，现场局势已经控制住，已派人守住了那枚导弹。另一边，众人看见军方摆出如此大的阵仗，还第一时间将导弹给控制起来，心中全都是一惊。难道那个导弹不是模型，是真的？没想到新英高中的学生说的话都是真的，他没有拿假货来骗我们。看起来的确是没骗大家，不过很明显，他要倒霉了。林川同学，我代表龙国军方感谢您为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众人听到这话都愣住了，更让他们不解的是，军区司令员见到林川时竟摆出如此谦卑的姿态，似乎还遭到了林川的鄙视眼神。高司令，你想说什么？高司令，你想说什么？林川同学，你进口的这批农业设备非常先进，已经能让龙国赶超米国。你把它运来母校展示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台农机的外形太像导弹，会引起大家的误会？刚才那个将军说这个是农机，但是我看长得也不像啊。那只是为了掩人耳目，谁知道到底是什么嘞？将军你好，我感觉这不像是我们平时见过的农机啊，它是什么高科技产品吗？范天雷瞥了台上一眼，既然司令定了调，他得想办法圆场。同学们，农业技术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很高的层次，你们一直在学校学习，不了解这些尖端科技也很正常。我要告诉你们，眼前展示的不仅是未来农业科技的方向，也是现代科研人员智慧的结晶，它里面包含的技术是你们难以想象的。那它是干嘛用的？这是一套智能农药喷洒系统，只需设定好位置并启动，它就会自动飞往指定地点，然后喷洒一种叫做黑索金的药物，覆盖200米半径的区域。所有人再次震惊，稍微有点见识的人都知道，黑索金是常见于各种军用杀伤性武器中的装药。是的，龙国军方很久之前就已经收到了这个最顶尖的农业设备的消息，只是迟迟没有机会把它从倭国引进过来。林先生是我们龙国著名的国际贸易商，这次从倭国引进这个农业设备，他功不可没。林先生付出的辛苦是我们所有人无法想象的。高士威的话虽然半真半假，但其主要目的是把这件事压下去，毕竟送一枚弹道导弹给学校影响实在太大。这竟然真的是农机设备？农机设备需要出动这么多人吗？而且还有拆弹专家过来，难道农药什么的也会爆炸？你不懂了吧？这肯定是极其先进的农业设备。没听刚才的将军说吗？这可是划时代的产物，而且农业设备里面的化学成分也是可能产生爆炸的。你搞什么鬼？这东西怎么能够拿到学校来？它必须交给我们看管，不然太容易发生问题了。为什么不能拉过来？又不犯法？你确定不犯法吗？小子，你法律没识到家啊！灵川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龙国军方都这样跟他说话？或许真的是很有手段的贸易商。我们龙国经常通过皮包公司在国外买卖东西，灵川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皮包公司老板。你家的皮包公司老板需要中将低声下气啊！你到底想干什么？打广告啊？你难道看不出来？林川瞥了一眼人群中的几位黑皮肤的黑州兄弟，高士威摇了摇头，跟黑州兄弟做些生意支援他们的建设，也符合龙国的利益。
为了避免大家再将这个东西误认为是运载火箭，军方会帮林先生把这个农业设备运走，大家就不要再围观了。这个东西是我的，谁也不能拿走，而且它上面还有我助理的联系方式，看到了吗？众人这才注意到导弹的头部有一行号码，他们之前还以为是导弹的编号，而一旁的安然见状几乎崩溃，这是他的电话号码。高士威没想到林川的态度如此坚决，只能考虑其他的手段了。林川同学，刚刚的话真是说笑啊！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愿意为国奉献的国际贸易商，既然你从国外把顶尖的设备给弄到了国内，那么你的本意肯定就是为了让龙国的农业水平更进一步。高士威说话的同时也在留意着林川的表情。林先生，我理解你想让生意更上一层楼，这样吧，军方帮你制作一个包含您联系方式的相同的模型，而且军方愿意出1亿美刀买下您这台农机。林川见宣传已经起到了预期的效果，这件事过后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联系他，他相信聪明的人自会查到他的业务，不聪明的那些他也不愿意跟他们合作。作为一个商人，应该明白蚊子再小也是肉，既然军方对这台农机感兴趣，那我当然要给这个面子。不过要问问我们的校长。林总拿主意就好。他知道这是一枚真正的洲际导弹，可不敢将其留在学校，万一哪天被谁折腾炸了怎么办？高士威看着导弹，向林川投去询问的眼神，见林川点头，他立即挥手示意，随即几十个军人迅速行动，以极快的速度将导弹牢牢固定。林川同学，你跟我们一起离开吧，我有事要跟你聊一聊。林川，你就要走了吗？我还想跟你拍张照呢。校长这才反应过来，他之前安排了风云校友发言环节，但被林川的卡车打断了，而现在林川的声望达到顶点，此时让他发言再合适不过。林总，说2句吧，随便说几句就行。行，那就说2句吧。同学们，今天闹出的误会只是我跟大家开的一个玩笑，非常抱歉。不过我想大家应该都不会介意吧？哼，介意？我看谁敢！同学们，我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要感谢我的同班同学，感谢老师，感谢校长，感谢我的家人，还有大鸭、大黑他们。为了表达我的感谢，今天卖农机的1亿美刀，我准备拿出来捐给学校。我希望在场的每位同学，无论是本校还是外校的，都能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得到属于自己的成功。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考不上也没关系。那些未能通过高考实现梦想的同学，欢迎来我这里应聘代理商，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军火，帮助你们开展业务。是农机。对，高司令说的对，是农机，专门进行空中喷洒、地面深耕、花式犁田的各式农机设备。同学们，我的目标是将这些农机推广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将农机的发展推向最前沿。说完，林川发现许多黑州的人已经无法移开视线，他的目的达到了，只要拿到黑州的订单，他就能一举成为世界最大的军火商之一。好了，林先生跟我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商讨，校庆后面的活动他就暂时不参加了。高士威说完，就向范天雷使了个眼色，范天雷立即将军用勇士车开到舞台下方，打开车门，请林川上车。哇，大校竟然亲自给林川开门！大黑、大鸭，走来！林川同学，你的图纸卖吗？林川同学，你的图纸卖吗？不卖。这份 M1A2 的图纸，军方会出高价进行收购的。龙国做军火生意的时候，会一并出售图纸吗？这也是为了龙国的军工业发展。高士威想试探一下林川，以为只要出高价就能得到图纸。然而对林川来说，图纸是绝密资料，永远都需要掌握在自己手中，绝不能外传。那 M1A2 有没有什么弱点？军方也可以出钱购买。我之前说过 M1A2 没有弱点，这一点你们军方应该知道吧？我们的情报部门不清楚，因为我们还没和 M1A2 交过手，应该说是没和任何当代主战坦克交过手。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龙国的 99A 可以在世界上排到第3的位置上。你的意思是 99A 的图纸你也有？当然有。我听说你们的军工厂生产速度很慢，彻底淘汰掉那些老坦克需要15年以上的时间。要不要把订单给我？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无法攻破的坦克。林川同学，你既然不想卖图纸给我们，那就卖几辆 M1A2 给我们也行。不是我不想做生意，而是我不可能无中生有的去破坏军火商的职业道德。M1A2 本身就不存在所谓的弱点，就是2个指标之间的对比，即坦克本身防护以及反坦克导弹的穿身。我们曾经研究过这型坦克，但并未发现任何明显弱点。至今 M1A2 的性能潜力仍是个未知数。现在龙国不需要去头疼这些，真正感到头疼的应该是米国。什么意思？你们应该知道，我的坦克就要发货了，到时两边的坦克在战场上的对决是龙国的一个机会，顺便也可以看看米国的反坦克技术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根据米国的军事理念，战场上遇到自家坦克时，他们不会让坦克直接对拼，而是会用更先进的武器进行压制。
虽然 M1A2 没有弱点，但星月军团能否充分发挥其潜力还存在疑问。龙国军方希望你能协助星月军团稳定当前局势，这关系到龙国的切身利益。我关心的是我自己的利益，你肯定也有好处，军方不会忘记这一点。不过我想你还不了解龙国为什么需要你出手。好，说来听听。现在一国的局势直接影响龙国基转货币的地位，你帮了星月军团，就相当于帮了一国县政府。如果一国的局势能够稳定下来，那么龙国就能够同一国达成协议，采用龙国币直接对石油进行结算。为什么米国现在还在一国留有大量的驻军，就是想重新对一国进行洗牌。我们需要你帮助星月军团改变实力的对比。我能从你们这边得到什么？你帮了一国，就相当于帮了龙国。作为回报，军方这边会先帮你摆平倭国的麻烦，为你提供必要的保护，同时军方还会用邮轮帮你运输武器。当然，龙国军方是不可能上战场的，具体的渠道还是需要你自己去打通。如果星月军团能够稳住局面，我们会允许你参股一国的石油业，参股比例将根据你的行动表现决定。倭国护卫舰的问题我可以自行解决，不解决也没什么问题，他们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石油最近也并不怎么景气，只能说是鸡肋。但是军方能够帮忙运输武器，这个条件还是很不错的，我比较满意。不过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你说。我现在的人力有点薄弱，目前也只有大鸭这一个助理，所以我需要你们再给我安排一个女保镖，最好是特种兵。好，我这边会给你安排一个最出色的特种兵，同时也作为与军方的联络官。与此同时，米国总统杰克正在他的办公室看着厚厚的报告。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游艇就能干掉倭国的舰队，更是疑惑倭国首相为什么没有向他报告。技术部门分析过这些视频和图片没有？这些确实是直接拍摄的。给倭国首相打电话。如果龙国军火商变成海盗，那我们就不用顾忌手段了。世界警察的身份打击海盗毫无问题。总统先生，没想到您会在半夜打电话给我。首相先生，我听说你们没有抓到那名龙国军火商。是的，我们的抓捕行动失败了，2艘炮艇被撞沉，护卫舰也被对方抢走了。倭国本应该第一时间通知我们，但如果通讯没问题的话，我想是你们忘记了这一点。倭国正在打官司。是倭国政府跟龙国打官司要人吗？总统先生，怎么可能是倭国朝龙国要人呢？龙国不向我们要人就不错了。你不会没看到倭国政府的最新声明吧？这应该已经被你的顾问呈上了才对。杰克目光转向军事顾问，顾问被看得后背直冒冷汗。就在他不知如何应对时，手机突然震动。总统先生，最新的动态已经传到了我的平板上。军事顾问硬着头皮筛选了平板上的信息，然后递给杰克。第一条消息就让杰克目瞪口呆。这是什么狗血剧情啊？难道不是游艇劫掠了倭国的护卫舰吗？为什么倭国的舰艇反过来称自己为海盗？难道龙国有这样的威慑力，能够把倭国按在地上摩擦？总统先生，我马上就要有一个会议。野田，你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自取其辱的事情？难道通过这件事制裁龙国不是最好的办法吗？难道这话不应该我来问你吗？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首相先生，您不会忘了那艘护卫舰上面有什么了吧？那可是你亲自卖给我们的。杰克的脑袋仿佛瞬间爆炸，现在他明白了，倭国之所以忍受如此大的屈辱，是因为被龙国威胁。如果龙国愿意，完全可以公布此事，并以违反联合国决议为由，对倭国进行军事打击。明明只是寒假出国去做个兼职，却引得米国总统大发雷霆，甚至要派出最强特战队追杀我。CIA 的特殊行动部现在能腾出多少人手？总统先生，我想我有必要提示你一下，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为什么？野田首相，难道你就能忍受这样的屈辱？据倭国冲绳的海军部队报告，今天中午龙国的3架轰6K 已经过了宫古海峡，现在应该要到米国夏威夷的海军总部了。龙国人不傻，我们知道是谁把导弹卖给我们的。清不清楚这个军火商现在的位置？应该在东海市，但现在已经被军方接走。你认为龙国军方打的什么算盘？目前只有保人这一个原因是能够确认的，至于其他的我们都不清楚。总统先生，现在正值大选期间，实在是不能再出任何问题。难道就这样看他继续跟我作对？总统先生，龙国跟毛子的关系甚密，如果毛子知道了倭国存在弹道导弹的事情，肯定不会罢休。知道了。为了大选，杰克必须搁置争端，但他心中清楚，这只是暂时的妥协，未来的路还很长。伊国的库族武装现在到哪里了？库族武装即将进攻伊国北部重镇摩苏尔，命令库族武装加快部署，在大选前一定要给我一个好消息。与此同时，林川抵达港口，准备前往波斯。由于米国扬言将对其进行打击，波斯正在全力备战。老板，大白已经将维斯比护卫舰开到了基里巴斯，装好了坦克。好，我知道了。老板，这次还要等人吗？
我想你应该认识，也是从网站上招聘来的。就是东南军区派过来的。你当时不是在现场吗？我忘记了。来了。龙小云。林川。你好，你应该就是林川的助理吧？你为什么会来这儿？这件事可不是我能决定的。好了，都认识过了，抓紧谈正事吧。话说，我看你们两个怎么像老朋友一样亲密？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啊。对啊，难道我还要认识你的助理不成？怎么总感觉你们两个像是老朋友？看你跟大丫关系那么好，就送你件礼物吧。我不轻易收礼物的。任何人都需要朋友，军火商也不例外。不过我这不是为了得到你的好感，只是希望你能成功完成任务。这时大黑抱着一个长箱子走了出来。当龙小云打开箱子时，他见到了那把久闻其名的反坦克狙击枪巴雷特 XM109。你跟大丫很有缘分，送把枪不算什么。谢谢。出发吧。阿拉丁先生，你好。林先生，我已经让手下将50%的货款打到了你的账上，望你能尽快发货。一旁的安然打开笔记本电脑，看了一下账户。老板，6亿美刀到账。现在出现了什么情况？库族武装的总司令尤里已经率军抵达了摩苏尔南部，马上就会对摩苏尔展开攻势。我们的守军人数虽多，但只有步兵和重机枪、地雷等防御手段。放心，我这边已经发货，5辆坦克会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你们的法奥港，之后还会有20辆用龙国军方的油轮运送过去。林先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快就能拥有这么多数量的坦克。就是现在没地方放了而已，所以才只造了这么多。林先生，我会在这边让手下做好接收准备，在第一时间内让这些武器派上用场。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请讲。龙国的油轮没有办法直接到伊国的港口，只能先到波斯，然后再走波斯的陆上通道，所以需要你推荐一位波斯的军界大佬，能够帮助我们转运坦克的那种。我会安排好这件事。好，第一批坦克会在5天内到达伊国港口。林先生，在上岸之前，我想你应该先明白波斯当前的局势。因为核问题，波斯已遭米国的全面制裁，还在前段时间被米国定义成了非法组织。这些我都知道了。现在的情况不同，波斯与米国的关系已经剑拔弩张，米国宣称可能会直接使用战斧导弹对波斯进行打击，所以现在有不少军火商都在这个国家。我担心到时候会碰到更多的地头蛇。大丫，你看看人家，这才是未雨绸缪，把工作做在了前面。你这个助理当的真不称职。老板，你真的在意吗？在不在意是我的事，报不报告是你的事。快到了。巴巴克中将你好，我是军火商林川。你好，我接到了阿拉丁的电话，知道你会来，只是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年轻。将军，年龄并不代表一切，实力才是关键。或许吧，希望你在竞标时能拿出令我满意的东西。当然，到时候您就知道了。将军，我想让比詹先生多给我讲解一下竞标会的情况。林先生，我听说你卖了一批军火给星月军团。是的，按照时间推算，已经抵达了伊国。卖了一批什么军火？将军，不好意思，我答应过阿拉丁先生，在这批军火投入战场之前不透露消息。可以理解，这次星月军团恐怕只能放弃摩苏尔了。不只是放弃摩苏尔这么简单，星月军团恐怕这次很难扛过去。摩苏尔不会丢。林先生，你觉得战场的局势还会产生变化吗？星月军团根本没有东西能够顶住政府军装甲部队的进攻，唯一有可能翻盘的就是以数量来弥补质量的劣势，但是那需要的是大量的坦克。将军，最新消息，今天清晨，政府军向星月军团发起进攻，目前已经将战线推进到了拉瓦口。能够联系上阿拉丁吗？将军，从昨天晚上起，米国就切断了伊国北部的通讯。那我们的前线顾问能够联系上吗？将军，顾问的通讯也中断了。今天早上，米军基地里起飞了预警机。林先生，这次的竞标需要提前进行了。发生了什么情况？距星月军团前线失去联系已经2天，我们在星月军团的顾问也彻底失去了联络。这好像没什么问题吧？林先生，你知道尤里手中有多少米国装备吗？那是30-40辆坦克，还有近100辆装甲车。说不定星月军团已经败了。所以这就是提前竞标的理由吗？在座的都是可能跟波斯合作的人，我也不避讳的说，这次希望你们能全力帮助波斯，不然波斯很难撑下去。其实不用那么慌张，星月军团不会败。林先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怀疑巴巴克将军的消息有错不成？
我并不是怀疑将军的消息，只是你们为什么就觉得星月军团败了？林先生，你认为星月军团有什么胜算？你显然低估了中亚的复杂性。这里被称为绞肉机，每日战火不断，极端时一天内能爆发近100场战争。每年光米军在中亚丧命的就上千人，而死于他们之手的士兵和平民更是数以万计。我相信星月军团的战报很快就会传来，而且是胜利的战报。林先生可真有意思，你认为星月军团能够凭借人数优势获胜，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那根本不可能。好了，大家不要谈论这件事了，还是谈正事吧。大家可以直接讲一下自己能提供什么东西，报价多少。我能提供什么？巴巴克将军，你已经知道了，我就直接说一下报价吧，2亿美刀。所有在场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没想到比战一出手就是2亿美刀的买卖，而巴巴克显然是能够接受的。将军，紧急消息！什么消息？米国预警机解除了对伊国北部的信息干扰，情况怎么样了？目前通讯还没有彻底恢复，但是我们的前线军事顾问汇报，尤里现在已经撤军了。抓紧联系阿拉丁，如果尤里已经撤军，那前线肯定也恢复了通讯。是。将军，星月军团既然没事了，那我们的竞标？星月军团最近只和一个人交易过，但是他到底卖给了星月军团什么？抵挡住了一个 M1A2 装甲团的进攻。我们继续竞标吧，希望这次大家都拿出诚意，尤其是林先生你。我的确是带着诚意而来的，巴巴克将军。是什么？你们龙国最新的步枪吗？确实，步枪是我的发家产业，但步枪也是军火界的基础，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过硬的后台，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达成比詹先生这样的成就。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T72 在战场上能不能对阵 M1A2？林先生，王你自称军火专家，难道不知道米国的 M1A2 在防护力上是无敌的？他的确是。那么林先生，你认为他会被步枪击穿吗？哪怕是反坦克步枪？事实上，我要的并不是击穿 M1A2， 我需要的正是它的防护力。林川答应了阿拉丁，不能够在战局彻底明了之前透露卖了什么武器，因此他故意拖延时间，这让比詹很不高兴，因为这次竞标关系到2亿美元的大订单。他正要开口时，通讯官再次出现。报告将军，通讯已经恢复了，我们联系上了星月军团的参谋长。参谋长，星月军团的情况怎么样？将军，尤里军团已经全面撤退，前线局势稳定。尤里为什么会撤军？应该是弹药消耗完了。将军，林先生在你们那边吧？阿拉丁阁下让我转达对他的感谢，这次能够毫发无伤地守住阵地，真的多亏了林先生的坦克。参谋长先生，你说你们没有任何损耗的就守下了阵地？是的，林先生简直是上天派来拯救我们的使者，请一定转达我们的感谢，感谢他在我们最危急的时候及时将物料 M1A2 运到。这话如同一个炸雷在巴巴克脑海中响起，他木在了原地，连电话那头到底还说了些什么都听不清楚了。将军，这消息可靠吗？阿拉丁亲口所言，不会有假。将军，林川先生到底卖了什么坦克给星月军团？坦克，而且是 M1A2。M1A2， 这怎么可能？米国的 M1A2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这怎么可能啊？林先生，没想到你竟然有这样的实力。将军，我们的交易不知道还会不会照常进行？你不是带来了一个样品吗？波斯会收购那一辆772的，以后放在博物馆里还能有点价值。我想这场竞标会已经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林川先生，我想和您私下里聊一聊。与此同时，米国总统办公室，杰克看着手中的战报，心中满是忧虑与无奈。撤军无望了吗？是的，情况也已经得到前线观察员的证实。哼，先是巴雷特，现在又是 M1A2， 难道过几天还要出现我们米国的 F22不成？总统先生，这件事并非偶然。这样的事情出现1件就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现在竟然出现了2件，真是可笑。我怀疑是龙国的军火商做的这件事。你难道想告诉我一个军火商拥有制造米国坦克的手段？你的脑袋恐怕真的被门挤了。你觉得仅凭一个人能够做出这么多事来？那位军火商可能只是龙国军方在国际事务上面的执行人，真正做出这些动作的一定是龙国军方。这些年，龙国的军工产业恐怕已经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且他们在米国一定有间谍存在。我觉得这可能不是间谍的问题。不要质疑我，你忘记了 CIA 前东亚研究院院长事件了吗？谁能保证一定就没有高层间谍？告诉 CIA 让他们主要负责这件事，抓不到间谍不要来见我。是。告诉印度洋上面的第3舰队马上前往对尤里进行增援。总统先生，我们会不会太着急了一点？你准备放任我们的 M1A2 出现在敌人那一边，然后让我们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吗？通知第3舰队分出一艘补给舰，带上足够的灌顶式反坦克导弹，还有平诱弹，不要再让战场上的坦克对轰了。现在是大胜的关键时刻，你明白吗？
是。另一边，波斯东部战区指挥部里，巴巴克也接到了总理打来的电话。林先生，久等了。将军，发生了什么事？米国的尼米兹级航母已经接近波斯沿海，意有所指。确定航空母舰要对波斯展开攻击吗？轻易开战不可能，但是这是一种威慑手段，是对我们最直接的遏制。林先生，我想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渠道能弄到防空武器，能够打击400公里左右的目标就可以了。这个没有。毛子的 S-400是重要防空武器，波斯虽然跟毛子的关系不错，但也不一定能弄得到。我会尽力去建议总统向毛子购买，但是这样做恐怕需要很长的时间。将军，我真的好奇你们为什么总喜欢做一些麻烦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对付舰载机不需要防空武器吗？我的意思很简单，根本不需要防空，直接打米国的航空母舰不就完了？你干掉了航母，其舰载机也失去作用，老想着被动防御，那别人就会一直欺负上了。咱们直接干掉米国航母，那不就一了百了了？如果波斯有这个实力，恐怕早就一统亚洲了，根本不会被米国压制得抬不起头来。我说的不是真的作战，而是拥有那个实力。米国喜欢对别国秀肌肉，但这不是他们的专利。林先生，你有什么好主意？你应该听说过黑暗森林法则吧？黑暗森林法则有2个关键：绝对零点的信任以及最高限度的毁灭打击。林先生，波斯的军工业近期恐怕难有发展，这个手段我可以提供。林先生，我想你应该清楚米国航母的手段。当然，不过你们都把航母想得太恐怖了，其实它远没有那么强大。航母要是真那么无敌，那米国航母早80年就一统天下了。林川的话虽然说得轻松，却在巴巴克心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一想到米国航母战斗群的画面就心惊破洞。林先生，你手中有什么武器？高超音速巡航反舰2踢脚，了解一下。你还有这东西？军工厂里没看到造导弹的设备啊？来呀，给巴巴克将军解释下。老板说的是高超音速巡航反舰导弹，是现在最新型的反舰导弹。什么？这种玩意儿不会有任何国家买，而且还是重型导弹，我保证5万吨以下绝对是一发干沉。林先生，千言万语也不足以表达我内心的感谢，我只想快点见到你手中的装备。另外，我想知道你对这个导弹的报价是多少？来呀，你开个价吧。安然愣了一下，林川刚才让他解释巡航反舰导弹，没想到会让他谈这方面的生意。出于对中将巴巴克负责的态度，他犹豫地伸出了手。5亿吗？什么5亿？我明明说的是5000万。林先生，波斯会记住您对我们的慷慨。我这也是为了爱与和平啊！5亿一口价，而且不是软妹币，是美刀。当然是美刀，这个不说我也知道。啊，老板。林先生，波斯近些年的军费水平确实不高，我也只能暂时先买5枚。可以，不过要先付50%。林先生，军火商的规矩不是先付30%吗？为什么现在改了？那是别人的方式，我要50%，自然有我的道理。因为我现在就能发货，而且直接交到你的手上。林先生，你难道出来带了重型反舰导弹？对，就在霍梅尼港的游艇上，2枚。这个军火商竟然出门就带着重型反舰导弹，这不是说他就是个炸药桶，谁碰谁爆炸吗？好，那我们就去看看货吧。将军，其实您不能出现在码头，米国正蓄势待发，准备对波斯采取行动。只是目前被大选拖住了步伐，为了尽量降低损失，他们可能会找机会暗杀你。码头人群复杂，难以控制，前往那里风险极大。为了重型反舰导弹，冒点险也值得。将军，他不可能弄到反舰导弹，难道你忘了中导条约了吗？那可是规定了任何国家都不能轻易出售这样的装备。参谋长的话确实有道理，但是巴巴克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信心，觉得林川能够给予波斯一个奇迹。大黑，老板的船上有重型反舰导弹吗？老板说有，那就有。哪来的？天神送的。一会见到了可别吓到。这是反舰导弹。不仅如此，你应该能看出它其他方面的能力。这个导弹到底能不能发挥出威慑作用？你难道觉得一个高超音速导弹会没有威慑力？这到底是什么导弹？这型导弹是毛子最新的高超音速重型巡航反舰导弹，能够携带核弹头，看样子应该是近几年的产物，应该是毛子的锆石。锆石？是的，这是当今最先进的反舰导弹，它拥有灌顶攻击与低空掠海攻击2种模式。最关键的是，锆石的1吨重弹头在加速到接近10马赫的高超音速时，几乎能够摧毁任何类型的舰船，包括一艘航母。可关键是，这个导弹要能击中啊！你难道觉得锆石被称作战略导弹，只是因为它的高音速飞行特点吗？它的优势不只是它不需要穿越大气层以及高音速，还有它几乎不可防御的极致机动性。林先生，这是你为波斯军方准备的军火吗？
林川只是点了点头，而巴巴克感觉看到了曙光。这个导弹的性能越强，波斯的手段就越强。将军，这是说明书。当巴巴克翻到说明书的第一页，就看到导弹射程1800至2000公里这样的字眼，再次心花怒放。林先生，我想我可以确定这次的交易了。合作愉快。林先生，军区的账户上现在没有那么多美刀，所以我现在只能用黄金付款。我马上就会派人将黄金运过来，导弹我会派人来运走。老板，你睡醒了吗？怎么了？巴巴克将军打来电话，今天上午9点，他们将开始锆石导弹的试射。他们波斯的士兵操作我不太放心，你告诉巴巴克将军，必要时我会亲自指导。港口拿下了吗？拿下了，就是有一些舰艇离港，我们的人没有阻拦。告诉前线的士兵做好接收军火的准备。是。波斯最近有没有什么动作？元帅，波斯最近确实有些异动。赶紧说怎么回事？波斯宣称要进行导弹试射，已经把波斯湾靠近波斯海岸线的区域划为了禁止通行区。我真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美国的航母马上就要逼近波斯海岸线，面对这样的情况，任谁不会放一些狠话？元帅，那就没有什么其他异常了。舰长，有礼的电话。雷诺先生，我想您的战列舰已接近波斯湾了，此次您对伊国的帮助至关重要，我在此提前致以衷心的感谢。有礼，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竟然被一个山口给挡住了。听说对面只有5辆坦克。出现这样的失误是我的不对，但是我想您的到来能够让现实情况发生反转。希望这次你不要再掉链子。雷诺先生，我听说波斯最近将在他们的海岸线上进行导弹试射，区域就在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有理，你难以想象伊阿华号的防御系统有多么强大，也不可能知道这艘舰上的武器多么具有攻击性。如果你觉得有人胆敢挑战伊阿华号，那他显然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舰长，我相信你的实力，一定不会担心波斯人的卑鄙手段。有理，你应该比我要了解波斯吧？波斯是一个没有导弹的国家，这一点你比我要更加清楚。舰长，我只是害怕他们便用火炮或者其他的手段。有理，难道你真的认为波斯人那么厉害？或者说你的视野仅限于中亚地区？这场战争我会帮你们取得胜利，但前提是别再用你的低智商评判当下的局势。将波斯发的公告拿过来。是，舰长。还设置了把船，简直是个笑话。与此同时，波斯的导弹试验正在进行最后准备阶段。将军，导弹发射已经准备完毕。林先生，你确定用偷车发射没有问题吗？即使是车体出了什么问题，导弹也会发射成功。初始点火段的后坐力确实大，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影响，最多就是这辆拖车报废了而已。老板，你确定没有问题吗？你又不是不知道导弹的能力，即使是放在地上发射，都能顺利上天。将军，靶船已经准备完毕，已到达目标海域，周围的观察舰也已经就位。将军，这次的试验一定会成功的。导弹的数据我们已经研究透彻，说明书也十分详细。如果导弹的发射端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那就能顺利到达靶船。林先生，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希望这次的试验能够顺利。我希望林先生你能够提前做好准备，因为如果这次试验理想的话，我们将追加订单，而且依然是用黄金付款。我对我的导弹很有信心，而且只要你有足够的黄金，要多少我给你提供多少。做发射前的最后准备，火控系统加载完毕，导弹无异常。将军，总统已经批准这次发射。好，所有人注意，导弹准备发射。3、2、1，点火！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飞行正常。林先生，谢谢你帮波斯做的一切。将军，还是继续看下去吧，我想好戏还在后面。持续监控，准备进行后续的制导。舰长，护卫舰上面的雷达监测到高速导弹升空的雷达波。卫星有没有显示究竟在哪里发射的？波斯的北部军区。那就不用担心了。没想到波斯竟然还真的放了个炮仗，还以为他们这次就是嘴上说说呢。他们针对的不会是我们吧？波斯根本没有打击范围超过400公里的导弹，他们对舰导弹的射程更是极低，精准度在出海之后就更是难以保证。那波斯发射这样一个东西，是不是意味着他手里有更强的武器？你觉得一个没有制造出步枪的人能够造出大局吗？大副摇了摇头。既然你明白这个道理，那你就该清楚，波斯连最基本的对舰导弹都搞不明白，有什么手段去搞高音速导弹？舰长，波斯手里的不会是从别的国家买来的武器吧？
你别这么看得起波斯，也别这么小瞧伊阿华舰。波斯根本没有办法搞到这种被国家限制的武器，他们最多就是自己搞一个类似火箭的玩意往天上发一下，而且他们根本打不准。要是真有导弹到了这片海域，正好还能检验一下伊阿华防弹的能力。我们什么防御都不需要做，对方的导弹根本就到达不了这里。导弹进入2段加速，弹道正常。将军，导弹的导航失效了，究竟是什么情况？将军，导弹的导航定位用的是米国的 GPS， 但是刚刚突然接收不到 GPS 的信号，而我们的备用系统毛子的格洛纳斯跟导弹不适配。巴巴克瞬间感觉天旋地转，他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美国可以关闭 GPS， 这是他们的主导权。5亿美元的导弹因此可能在空中失去踪迹。毛子的格洛纳斯为什么不匹配？难道你们之前就没有试验过吗？导弹到底还能不能找回来？军工专家的脸色更加难看。无控的导弹降临在波斯上空，将会制造一场巨大的灾难。2段加速开始的时候，导弹在什么位置？在波斯上空。毛子的卫星能不能检测到导弹的位置？老板，现在究竟是怎么回事？林川也有些蛋疼，他没想到波斯发射导弹的水平如此之低，给他们一枚顶级导弹，他们都玩不转。抓紧看说明书，看看制导出现问题之后，导弹是会自毁还是会怎么样？将军，说明书上写的自动捡最大的打。林先生，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就是字面意思。老板，导弹上有没有惯导？安然问的话提醒了军工专家，这种战略级导弹肯定具备多种制导方式。如果一种制导方式不可靠，那么在最短的时间内换另外一种就是最合理的处理方式。将军已经测算出导弹的大致位置，在哪里？已经到了海岸线。赶紧用租借的军事卫星侦察，看看这片海域上究竟有多少船只。还以为波斯这次能搞出什么名堂，没想到最后就是放了个大烟花。舰长，你还真没说错波斯，我看就算我们米国的导弹在他们手里，也肯定会被玩坏。波斯人从来都没有脑子，说不定这个导弹最后会直接扎在他们自己国家的领土上。本来还想着用这个导弹测试一下伊阿华舰艇加上护卫舰的防弹能力，现在看来也白扯了。还不是波斯人不争气，连个机会都不给。米国的反导技术领先于全球，如果真的有导弹过来，就是当靶子的份。可惜了，这么强的反导技术没有展示的平台。下次让我们自己的战机发一枚反舰导弹，做一个拦截试验，让波斯人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技术。我现在有点担心，波斯最后会把这件事怪在我们的头子。这里最强大的军力就是我们的舰队，用这件事大做文章。舰长，难道你觉得这有什么用吗？中亚是我们米国的天下，哪个国家的任何言论都没有办法动摇米国在中亚的统治地位。雷诺也是点了点头。波斯人如果想找米国人说理，说不定到最后反而被米国的舰艇教训一顿。舰长，还有半个小时到霍尔木斯海峡。好，这次帮尤里拿下星月军团之后，应该就能好好放个假了。是什么触发了情报？是什么触发了情报？雷达检测到目标没有？舰长，发现目标，方位300，距离900公里，上方，距地500公里。这个导弹根本就是失控了，现在说不定会一头扎进海里。可惜不能亲眼看到这个导弹翻起的浪花了。舰长，导弹的速度已经达到了6马赫。一个失控的导弹而已，你担心什么？你们的魄力还不够，继续前进。现在导弹是什么状态？导弹已经出海，根据控制平台的测算，现在导弹已经进入第3段加速。最后的落点还没有确定吧？专家摇了摇头，他也不懂导弹的追踪是什么原理，而且使用说明书上的那句自动捡最大的打，让他十分头疼。将军已经发布了公告，再次提示了波斯的渔船和其他国家的船只。老板，这个导弹应该不会引发什么重大事故吧？不会，能有什么大事？林先生，不管怎么说，这次试射依然算是成功了一半。我代表波斯感谢您。舰长，导弹的姿态发生了一些变化。你难道自己不会分辨导弹究竟有没有威胁吗？等导弹真的打过来了再说，到时候让你看看我们的反导系统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别说了，大副，现在的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当大副看到回波上面的导弹弹头大小以及雷达分析出的轨迹，心中也是有些震惊。舰长，现在是不是要开启导弹拦截防御系统？导弹真的朝我们这边飞过来了吗？没有，但是舰长，那毕竟是一枚重型反舰导弹。重型导弹又怎么样呢？难道你以为波斯真有这么好的制导技术？要知道，本土防空指挥部刚才已经关闭了波斯的 GPS 系统。舰长，那枚导弹的弹道改变了，它正转向我们的方向。
看来波斯这次做出了一个稍微好点的玩具，也只有宙斯盾能够有效拦截。实际上，宙斯盾系统设计初衷是为了应对多个目标的，如今面对单一目标，确实有些大材小用。虽然目标只有一个，对宙斯盾系统来说虽显大材小用，不过这样的演习也是一次锻炼，更是检验宙斯盾反导系统的机会。希望波斯人能够明白，他们的导弹就算是射得准，也根本就是徒劳。开始吧。舰长，现在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可能？这可是波斯人失控的导弹，能进行掠海飞行的导弹，难道不需要人来控制吗？究竟还打不打？雷达失去目标了，但是宙斯盾应该还在起作用。可是现在雷诺舰长根本没有给出任何指令。你有没有感觉脸上有股热浪传来？你怕是傻了吧？哪有什么热浪？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地方不太一样？没有啊。这该死的情报为什么还没有解除？舰长，外面有情况。怎么了？是导弹，导弹朝我们飞过来了。立刻启动密集阵防御系统。元帅，米国人怎么还没到？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谁敢在海上找米国舰队的麻烦？活腻歪了吧？尤里正在怀疑米国军舰是不是在海上收了一波海盗的人头，他的卫星电话就响了起来。雷诺舰长，现在你们到了什么位置？赶紧准备几艘医疗船，我们在波斯南部海域，过来捞人。先生，我觉得你们应该尽快抵达港口，我的军团现在正在等待。老子让你过来是捞我们的人，伊阿华沉了，雷诺死了，你个蠢猪！电话里的声音如同一记炸雷，让尤里彻底懵了。这暴脾气也就在米国人面前才装得像个乖孩子。林先生，这次的结果很快就会出来。波斯南部除了波斯的渔船外，应该没有其他船只了。将军，我的军火从来不会打友军，我看还是先找找那片海域有谁的船吧。将军，毛子卫星发来了图片，把照片放出来。这难道是波斯的渔船被炸了？赶紧闭嘴吧！你有见过这么大个的渔船吗？将军，只有这一张图片吗？不是，还有其他的。这是米国的护卫舰，卫星上面图片里有米国的军旗。米国的军舰什么时候到的波斯南部？难道是海军舰艇撤出后刚过来的？这是米国的护卫舰，而刚刚被击沉的那一艘是米国的伊阿华。这句话说完，全场的空气都变得有些冰冷。当年米国的伊阿华舰出现在波斯海域时，那艘海上巨无霸曾让波斯人感到窒息。现在我可以宣布，陨落星辰计划取得圆满成功。林先生，没想到你的导弹竟然有这样的能力，我决定再购买10枚。10枚，2立方的黄金变6立方。林先生，高超音速重型导弹有弱点吗？有，如果有预警机对掠海攻击的导弹进行持续的探测，然后由米国的宙斯盾对导弹进行打击，应该还是能拦截的。不过舰载机总有着陆的时候，你们的导弹随时都能发射。巴巴克顿时面露喜色，这样的手段对于他们来说已经足够，恐怕米国在近几年都不敢再靠近波斯周边海域了。只是现在该怎么收场呢？总不能把米国的军舰说炸就炸了吧？接上集，波斯的导弹炸沉米国的航母后，不到半个小时，米国总统办公室就收到了消息。为什么伊阿华舰会沉了？还是在波斯南海岸？总统先生，这件事肯定不是意外。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这个白痴！难道你要让我相信其他国家能轻易挑战伊阿华舰的尊严吗？我问你，伊阿华到底遭受了什么攻击？是不是他们自己把军舰开触礁了？杰克难以置信，有护卫舰护航且配备有宙斯盾系统和密集阵近防系统的军舰，居然如此脆弱。他甚至怀疑是自家海军又在海上跟礁石比硬度，这是米国人可干过不少。顾问此刻也一头雾水，茫然无措。总统先生，我看还是等护卫舰传回来更清楚的消息再说吧。这是消息的事情吗？我问你，波斯是不是曾经发射了导弹？顾问连忙点了点头。既然对方发射了导弹，那就是对米国尊严的挑衅。一个小小的波斯，竟然也敢来冒犯米国的权威。总统先生，现在消息还没有确定，不能妄下定论啊！滚！总统先生，传真到了。这份报告有多少字？哦，总计27000字。总统先生，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堕落？就是因为这样的人。你知不知道我的每一秒都很宝贵？伊阿华因为什么沉没？就是一句话的过程。为什么会有27000字的报告？这是谁写的？
总统先生，您现在问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写这段过程的人已经被祭天了。怎么祭的 ？CIA 局长亲手切掉了他身上的某个零件，让他变成了他，并且把那份零件风干后送往了总统纪念堂，挂在了尼克森总统雕像的脖子上，作为对水货的警醒。这事儿干得漂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难道雷诺那个蠢货是个连宙斯盾都不会用的傻瓜吗？米国卫星上面拍摄的图片已经让杰克不能再忍耐这种憋着愤怒的痛苦。尼米兹奇护卫舰在哪里？总统先生，现在正值大选，千万不能再起刀兵了。我现在只想知道，到底是不是波斯的导弹把伊阿华舰击沉的？总统先生，波斯还发布了一则声明。关于导弹误射的声明，昨日上午，波斯的一名士兵在波斯的导弹试验之前不小心改变了导弹的初始数据，导致导弹飞到了波斯南部的领海，将来自邻国的渔船误击，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实属意外。波斯导弹试验之前曾经将附近海域划归为不可通行区域，这次的事故波斯将不负主要责任。什么叫误击？这个世界上从来都只有米国误击别人的船。告诉波斯湾的肖恩，把尼米兹级航母开到波斯南海岸去。现在正值大选期间，而且波斯一发导弹就把伊阿华打掉的行为，根本就是在秀肌肉。万一航空母舰过去也……没想到我一个堂堂的米国总统，竟然被波斯这样的国家威胁了。进来。总统先生，您的政敌已经在网上对您发起了攻击，他们说伊阿华舰沉了。什么？他们怎么知道的？知不知道波斯究竟有多少这种导弹？我们连这种导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都不清楚，但是护卫舰上面的人说这是毛子的锆石，是他们的非卖品。跟毛子大帝联络，问他们为什么把导弹卖给波斯，语气强硬一点。这里是克林宫首席秘书，这里是米国白宫总统顾问先生。米国总统想知道为什么你们会把导弹卖给波斯？难道中导条约在你们那里就是一纸空文吗？中导条约什么意思啊？秘书先生，你难道不知道吗？今天我方有一艘军舰在波斯湾被击沉，而波斯使用的就是你们的中程导弹。顾问先生，我不知道你们的军舰被击沉的事，但是我知道你们退出了中导条约。我不知道你们哪来的自信，拿一个自己都没有签字的条约来责问我们。我只能建议你们的总统先生离开办公室，去看精神科。你们自己都退群了，还有脸来逼我？阿廖沙，米国军舰是怎么被击沉的？总统先生，您先看看这份资料吧。没想到米国人竟然在波斯那里吃了瘪，怪不得要来找我的麻烦。我们国家的非卖品锆石导弹为什么会到波斯人的手中？目前我们还在确认消息，不过我怀疑是不是米国人的情报出了问题。去查一下波斯发射的到底是什么导弹，再查一下波斯从哪里搞来的导弹。总统先生，查到了，是一名军火商出售给波斯的。军火商？哪个国家的？根据信息显示，他是龙国人。龙国？卧虎藏龙的龙国？毛子那边怎么说？总统先生，对方表示，请您去看看精神科。其实我怀疑这件事可能跟毛子的确无关。你什么意思？谁出售的导弹没有查出来，但是我们在波斯的海港发现了龙国军火商的游艇。又是灵船。顾问只是点了点头。杰克满心困惑，龙国的军火商怎么就能搞到毛子的导弹？难道这个军火商除了是龙国的代言人之外，还兼职毛子的活？这几个国家如果联合起来，米国该怎么制衡？这几个国家如果联合起来，米国该怎么制衡？总统先生，米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场胜利。杰克看着顾问，知道他意有所指，可是究竟从哪里取得胜利呢？现在中亚地区已经逐渐失去了掌控，大选之前恐怕很难发力了。没想到波斯竟然能跟龙国的军火商搭上关系，确实有些棘手。通知航母不要靠近波斯沿海。现在波斯明显是将政治重心转向了跟龙国交好上面。如果龙国以波斯为跳板，链接黑洲与中亚，继而控制苏伊士运河，那将对米国构成巨大威胁。所以你的意思是，龙国的海外基地？是的，总统先生。吉布提，虽然龙国一直说这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基地，但我们可不这么想。按照他们的基建速度，1个月就能建成军港和机场，到时候吉布提就会成为第2个关岛。苏伊士运河一旦落入龙国手中，龙国的军力将直接进入大西洋，威胁到米国和不列颠的安全。龙国的杀招已经初露端倪，我自然不会坐以待毙。黑洲的布局怎么样了？已经准备好了。龙国的海外基地，这次一定要拔掉。老板，这样的日子过久了，我感觉自己会颓废的。商人不只要会赚钱，还要学会放松。老板，
我们什么时候走啊？感觉在这里待着都要晒黑了。不急，再等等，我想消息快来了。老板，消息来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吉布提政变，业务来了，收拾一下，该走了。我现在要立即向高司令报告这件事。他们肯定已经知道了。我也想问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问问吧，说不定你们军方这次想通了，打算和我做笔大一点的交易。高司令，我听说吉布提发生了政变。是的，昨天下午，吉布提主要城市突然爆发动乱，反对派组成了红巾军，攻占了首都。高司令遇到了什么困难？盟国的军舰已经出动，但是吉布提的侨民实在太多，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还有一批华侨被困在内地，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凭自己的能力到港口。司令，我们的海军陆战队不能过去吗？小云，现在的情况有些复杂，吉布提的政府已经被叛军控制，我们军队根本没有办法插手。这种在国际上干预其他国家内乱的行为，完全可以被称为侵略。这其实就是米国的阴谋。米国就是想通过这次的政变，让龙国放弃海外的基地，这是推翻龙国与吉布提原政府条约的唯一可能。高司令，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协调吗？确实还有一个办法，吉布提还有一名龙国退伍军人，他的出手不会引起国际上的争端。是谁？你以前的部下冷锋。冷锋，他一个人够吗？高司令，我要去帮他，林川也会过去。林川也要去？高司令，我们请他帮忙吧。小云，林先生虽然有军火，但是就算把冷锋武装到牙齿，他也只有一个人，根本打不过吉布提的叛军。小云，你帮忙问下林川有没有手段能偷偷把龙国滞留的44名侨民带回来。司令，这件事恐怕很难，44个人很难做到行动一致。你试试问问吧，龙国军方可以出钱请林先生帮忙，只要能够把侨民带回祖国，多少钱军方都会支付。不知道把叛军打垮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高司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不可以使用？行，这件事没那么简单。龙国的44名侨民现在就在叛军的战区，说白了，他们现在就是叛军的人质。你问问林川吧，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办法。不用着急，叛军在没有真正掌权之前，不会对侨民不利。这笔业务我接了，至于价格，100万美刀一个人就可以了。告诉你们的高司令，我还有一个条件，成功接回侨民之后，我需要吉布提军港的使用权。谢谢你，林川，这条件军方会答应的。老板，吉布提的局势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能够撼动的，叛军和那些被煽动的民众总数可是超过了30万，而且都是普通的乱民，他们不会在乎军火商联盟的约定。这一点不用担心，我暂时不打算亲自跑过去，我相信那个冷锋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任务。老板，你认识冷锋吗？老板，你认识冷锋吗？知道这个人，但是没有亲眼见过。你准备怎么办？我准备打造一个超级战士，这个计划就叫做战狼计划吧。帮我打给大白。老板，有什么吩咐？让林雪留下安排运送坦克的事情，你抓紧开着女王号到吉布提塔朱拉湾的吉布提港外海，我需要你在4天内抵达。另外，把3号仓库里头的玩意给我装在女王号船舱里带过来。老板，让女王号过来干嘛？一艘游艇的话，应该更方便秘密转运人员。很快你就知道了。大黑，咱们前往吉布提，先不要靠港。现在是时候联系咱们那位战狼了。干爹，红巾军有很多人，而且他们拿的都是大枪，你准备拿把小手枪去救人吗？你害怕了？我不怕，我从小就是在战乱中长大的，我只是不想再失去你。害怕了也得去，有些事必须要做。队长，队长，你还好吗？好，我明白，我会按时过去。老板，港口上面的军舰是哪个国家的？你觉得会是谁？看看就知道了。竟然是米国的军舰，吉布提的局势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恶劣。据说吉布提还爆发了拉曼拉病毒，这让本来就不堪的局势更是雪上加霜。林川闻言也是皱着眉头，病毒本来就是最难防御的东西，他们这次任务不仅是要营救华侨，还要找到龙国的病毒专家陈博士。大黑，靠岸！老板，这次的行动究竟怎么展开？用不用我们上岸？不用了，该来的已经来了，你们只需要待在船上就行。
可是冷风只有一个人。是啊，这样下去太危险了。放心吧，即使只有一个人，我也可以借助他扭转局势。难道你要把冷风打造成超级战士？想什么呢？我可不是生化博士，没有掌握什么基因方面的武器。老板，大白到了。老板，东西带来了。走吧，带你们去看看我的秘密武器，之后你们两个也要用。老板，都到现在了，你就直接告诉我吧。见到你就知道了。打开吧。这是死神？老板，你不会是想用无人机去摧毁红巾军的军事设施吧？当然不是，这架无人机是用来给冷风空投武器的。空投？难道里面装的真的是3级包、3级甲？现在绝对不能对吉布提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使是米国的飞机，也可能会威胁到侨民的安全。这一点不用提醒，龙国侨民的安全我当然放在心上。这架无人机交给你们两个操纵，说明书应该在操纵台上。老板，联系上了。他情况怎么样？他说会及时到约定的地方。操纵无人机起飞吧。放心，只是投个空投。老板，开门！这都乱成什么样了，还往我这里跑？你知不知道红巾军在满国家搜捕龙国人？我当然知道。那你还来给我找麻烦？来不及跟你细说了，赶紧带我去这个地点。你要死别拉上我，我不去。你在这里根本就安全不了。走，开你的车，我的车抛锚了。你要干嘛？别拉着我啊！坐稳了。连长，那边有龙国人。追！赶紧去找樊大使，现在只有我们外交部的大使能救我们了。樊大使不可能救得了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在华资工程外面。现在只有大使馆有用，难道你还指望别人？冷风没有理会钱必达，继续把车往郊外开，但忽然之间，钱必达拉住方向盘，向右猛打。你做什么？樊大使已经说了要接手龙国侨民，现在赶过去还来得及。希望你说的话是真的。这边。这里是龙国大使馆，是龙国的地盘，车上的是我们龙国人，你们没有权利干涉他们的自由。连长，还上不上？连长望着大使馆门口，心中也没有主意。据可靠消息，龙国的印度洋舰队正驶向吉布提，但他们已接到抓捕所有龙国人的命令。想着，他拿起了手里的电话。将军，现在我在龙国的大使馆。明白。下车抓人。赶紧上车！开枪啊！等什么呢？鸡头，快趴下！樊大使，大使馆里面还有龙国人吗？大使馆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都已经跟随龙国的军舰离开了。钱必达不懂，为什么红巾军现在连龙国大使馆的门面都不顾？这可是龙国大使馆。冷风，你之前说你要去吉布提东郊，对吗？对，我知道一条小路，应该能快一些。冷风知道这可能是最后的希望，但后方的红巾军根本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越野车直接冲进了前方的巷子，身后随即传来摩托车的声音。你究竟要去找什么东西？我也不清楚，但是这是我们摆脱红巾军的最后希望。冷风，如果没有希望的话，我们还是放弃吧。我们有龙国人的身份，红巾军不会对我们怎么样。下车。快看，那是什么？这是专门给你的。看这样子，应该是。你们可以离开了，直接开这个车离开附近，还有一点点油，估计能跑个5-6公里。钱必达对这边应该很熟，而且他挺有钱的，肯定能够搞到其他车。你这是做什么？送死吗？这里面究竟装的什么东西？应该是军火。钱必达则是往头顶上看了看，没有发现一丝运输机的痕迹。冷风，我希望你不要犯糊涂。
现在跑还有希望。这东西究竟有没有用都不知道，后面可是接近1个连的红巾军。这不会是龙国军方送来的吧？是我的顶头上司发来的消息，但究竟是谁送的，我也不清楚。冷风也不明白他们运送物资的方式，但这无所谓，他只需要知道这是龙小云给他的就够了。接下来将是1个人的战斗。快走，不然来不及了。这小子就交给你们了，帮我照顾好他。龙国人抓紧出来投降，不然你会领教到火箭弹的威力。火箭弹难道就是你能拿出来的最强武器？把樊大使交出来，不要耍什么花招，赶紧投降，不然你会跟你身边的石头一起炸上天。拿火箭弹，准备发射。我数3个数，当我数完的时候，如果你还不把大使交出来，就等着被肢解吧。3、2、1，发射。该死的龙国人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机枪？长官，我们还是跑吧。快点朝对面开枪！可惜还是放走了一部分。喂，我是冷风。冷风，你立刻赶往医院营救病毒专家陈博士，情况紧急，马上出发吧。明白，我会去的。老板，冷风已经收到了武器，樊大使安然无恙。根据无人机返回的照片，红巾军的势力已经遍布了吉布提市，首都即将失守。这次的局势恐怕真的很难解决。老板，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另辟蹊径吧。巴拉贡前去抓捕龙国人的达曼怎么样了？达曼死了。他是怎么死的？听逃回来的人说，他们遇到了龙国军人的阻挡，而且对方手里有加特林。他们有多少人？只有1个人。1个连的士兵竟然被1个人挡住，难道我手下的人都是这样的废物吗？将军，何必因为这样一件小事生气？你在说什么？这已经打乱了我的计划。龙国的大使现在下落不明，让我去哪里找？如果龙国的军舰靠近怎么办？你手中还有重要的底牌，不是吗？你想怎么做？把华资工厂的人质抓过来，龙国不就什么都答应了？华资工厂的人有枪，不是少数人就能拿下的。将军，你们的人把龙国人看得太高了，他们只不过是我们的手下败将，根本就不值一提。你难道忘了我们曾经在那里活跃过吗？奥杜知道他曾经活跃在金三角，手下的雇佣兵更是一个比一个强。我没有遇到过龙国特种兵，但是曾经跟毛子最精锐的阿尔法特种兵交过手，我亲手击杀了他们3个。好吧，这件事希望你能帮忙，但是我希望你能把龙国人原封不动的带回来，我不希望被龙国军方的怒火波及。放心吧，没问题。走，直接去医院。老板，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能有什么意外？龙国人根本没有那个胆量，他们现在恐怕挪不动路了吧？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陈博士，还是先去把他抓回来吧。老板，已经通知了冷风前往医院，给他找一条小路，不要碰到红巾军。前面有一条岔路口，从右边进去。我知道了，接下来呢？下面直走，然后再右转，前面有一段砖墙，陈博士所在的医院就在砖墙后面。注意，医院里面有敌人，就在砖墙后面。冷风，对准你正前方的砖墙，直接撞进去。贾里娜，你究竟是怎么搞的？老爹，我以为他不是陈博士，没想到……走，杀了所有人！陈博士，我是龙国特种兵。带走我的女儿，这是危险的希望。谢。快走！我保护他，你开路。走这边，我知道怎么出去。给我追，别让他跑了。我是袁飞医生，陈博士的女儿是解决病毒的关键。等一下，后面有5辆追击车，你赶紧往右走。你疯了，那边是死路。前方100米有一辆吉普车，应该还能开，旁边有给你准备的武器。上车，趴在座椅底下。该死的龙国人又让他跑了，继续追。
该死的龙国人，就义是怎么搞到的这种东西？前方左转，前面有一个交叉口，到了地方左转，通过一个有广告牌的路口后向右急转。是不是米国让你来的？我是米国医生雷切尔。米国人还说了什么？有没有安排好我们的出境路线？米国？你竟然觉得米国会派人来救你？难道米国在你们的心中就这么可靠吗？你心中的米国梦恐怕要破了。你究竟什么意思啊？你心心念念的米国早在第一时间就跑路了，龙国的护航编队还见证了他们舰艇出逃的画面。而且这次吉布提的叛乱，说不定就是你心中的那个米国搞出来的。这不可能，你骗人！米国在吉布提的侨民同样很多，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我是龙国特种兵，奉命来拯救龙国侨民。看在你虽然是米国籍，但是也是华裔的份上才救你。如果你不信，现在就可以下。冷风的话突然停住，他目光转向车后座的陈博士的女儿。刚才那位米国籍女医生抱着小女孩的画面闪过他的脑海。尽管她是米国籍，但她显然记得自己的血脉，在关键时刻保护了年幼的同胞。不信你可以给你们的大使馆打电话试试，看看到底有没有人会回应你。雷希尔却是半天没有动作，只是在那默默流泪。老板，现在他应该能跑掉了。前面的究竟是谁？老爹，应该是龙国人，而且他手里的好像是加特林。你当我是傻瓜吗？我难道看不出来是龙国人？你最好有合适的理由，不然我会亲自找你要一个。老狗，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问你，是不是你的人杀了陈博士？将军，这只是我的手下失手，不是我的责任。你究竟知不知道，如果我们杀了陈博士，龙国就有理由向我们发射导弹。现在陈博士被害的消息，说不定已经到了龙国手上，他们的舰队也已经开过来了。将军，龙国会不会发射导弹我不清楚，但是那名龙国特种兵的目标一定是华资工厂，而且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龙国人怎么都想不到的底牌。你要干什么？黑州的人你怎么杀都可以，但是不能伤害龙国人，这是底线。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也配指挥我做事？这片土地只有一个势力有发言权，那就是米国。老狗，你最好为你的行为负责，不要惹火烧身。奥杜，我只是为米国办事，而米国的意志是龙国人必须死。这一刻就连奥杜都无话可说，给他100万个够的，他也不敢违背米国的想法。我知道了，出发去华资工厂。与此同时，远在另一个半球的龙国正开着一场紧急会议。据最新得到的消息，陈博士已经被杀害。陈博士是我们龙国最顶尖的人才，难道就这样算了？米国人的手下已经赶往华资工厂，现在最紧急的不是对米国施压，而是想想怎么救那些被困的侨民。进来，总参谋长，米国的莱蒙尼尔营军事基地已经做好了发射导弹的准备。场中的气氛陡然变得紧张。莱蒙尼尔营是米国在黑州最大的军事基地，拥有战斗机、地空导弹和反舰导弹。他们打的什么名堂？米国人打出的口号是援救米国的侨民。哼，米国人打得好算盘，他们哪管本国侨民死活，一贯是来拿侨民流血当借口，介入他国局势。总参谋长，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必须展开行动。米国人的行为根本就不是救援，说不定他们的导弹针对的目标就是我国的侨民。米国人的行为简直欺人太甚，我们绝对不能坐以待毙。我们的护航舰队可以直接发射导弹攻击米国的军事基地。不行，我们的林1号还在吉布提附近海域，如果真的跟米国撕破脸，他们的导弹会直接攻向林1号。为了尽快撤侨，林1号的甲板上都已经站满了人。总参谋长，我们的护航编队如果能够牵制住米国的军事基地，那我们依然可以顺利完成撤侨，而且不用担心米国人的威胁。护航编队的舰机导弹应该已经能够打到米国的军事基地。还是不行？为什么？通过护航舰队发射弹道导弹的思路确实可行，但涉及敏感海域，我们的行动不能不顾及国际影响，尤其在沙乌迪等国领空。米国此举既是对抗也是警告，他们的行为是在宣示主权，黑州是他们的势力范围。说白了，就算米国人发射导弹炸死了我们的侨民，他们一样可以说是吉布提人做的，我们根本得不到证据。到时候面对龙国侨民家属的指责，龙国军方的威信究竟还能不能保住，都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可以怎么办？我们只能去找吉布提要一个说法，来回应龙国人民家属的愤怒。那样的话，我们之前所做的努力就都白费了。只能让林1号尽快撤离了。我会让护航编队尽快赶到。参谋长，我有一个想法。高士威，你说。叛军马上就要包围华资工厂，即使林1号能够顺利返航，被困华资工厂的44名侨胞也会遇险，护航编队根本来不及去救他们。我想的是求助军火商林川。
高士威，你难道是越活越糊涂了？龙国军方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道要交给一个军火商？如果一个军火商都能解决这件事，那还需要我们在这里开会吗？总参谋长，我已经请林川帮忙解救龙国的侨民，而且他已经答应了军方的请求，出价是一个人100万美刀。我没有提前征求您的同意，希望您能谅解。总参谋长，我看这件事还是不需要讨论了，我们现在还是马上让护航舰队加快进度。刘总参谋长却产生了疑惑，高士威并非糊涂之人，不至于在这样关键的场合犯迷糊，也许他的想法确实值得考虑。高司令，我想听你详细说一下这个军火商的情况。这个军火商是在大约6天前跟我达成了交易，对方赶到吉布提只用了3天，而且现在已经通过吉布提的前特种兵影响了目前的局势。这个人确实不错。你刚刚说前特种兵？对，是原东南军区战狼中队的特种兵冷锋。林川通过冷锋一个人就救回了龙国的樊大使以及陈博士的女儿，而且在与吉布提叛军的对抗中，仅凭一人就击退1个连队，又在吉布提市与佣兵的斗争中杀死了上百人。这个人真的能做到这么多事？高士威，林川或许能够在对付小股的叛军上面帮得上忙，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米国与龙国之间的角力，凭借他自己恐怕做不到什么。我相信他，他会创造奇迹。打给林川，问问他究竟有什么手段吧。老板，冷锋已经快要赶到华资工厂，但是后面的红巾军和佣兵应该很快就会到这里。不会有事的。老板，死神侦察发现叛军和佣兵动用了装甲车，后面可能还有坦克，只凭之前的军火恐怕解决不了问题。高司令，你这次是终于打算进货了吗？林先生，我这次不是跟你谈交易的事情，而是关于龙国侨民的安危。我们发现米国军事基地准备发射导弹，目标很有可能是龙国侨民。米国基地准备发射导弹？是的，龙国军方的舰队现在没有时间赶到吉布提，由于01号上面已经载满了侨民，我们也无法做出什么反制措施。营救44名侨民的任务，军方根本发不上力。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办法？高司令，龙国军方的现状我能够理解，也真是难为你们了。罗斯可里做道场这么多年，处处掣肘，挣扎出头。林川并不知道军区大佬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他这一句话让会议室里所有人陷入了沉默，精准地反映了龙国军方的现状。林先生，军方这次确实需要您的帮助，因为龙国不能放弃在吉布提的侨民，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必须将他们接回。希望你能帮军方这个忙，想要多少钱都行。行吧，钱就算了，我跟你要2个人。要什么人？一个是你们安排的这个联络员龙小云，以后就不要安排他其他任务了，就让他一直给我当联络员吧。另一个就是冷锋。从小云没问题，他本身就是特意安排给你作为与军方对接人员。冷锋的话，要看他自己答不答应。你应该也知道，正因为他已经不是龙国军人，所以这次他才能毫无顾忌的出手。那行，我相信他会答应的。林川，我还需要知道你准备怎么去救龙国的侨民。军方得到的情报是，吉布提叛军手中有数十辆坦克，而且就在华资工厂外围。这一点不用提醒，我会解决这些问题。我代表龙国军方谢谢你，等我消息吧。龙小云，你立刻跟冷锋联系，准备接收一波大的，我要把工厂的人武装起来。后续的战争不能全靠冷锋，大黑大白把游艇和女王号开到塔朱拉河里面，我们要帮助侨民撤走。大家武器投完之后，让死神归剑，这次需要挂在一个大杀器了。跟我玩狠的，我倒要看看谁更狠。里面有人吗？我是龙国的特种兵，前来救你们的。救我们！我这里有40号人，14把 AK， 100枚手雷，上千发子弹，够武装一个加强排了吧？你说你怎么救我们？那你肯定不知道我的实力。看在同是华侨的份上，我们可以让你进来，但是你一个人竟然说要救我们，怕不是来搞笑的吧？这个人说是龙国的特种兵，但是他一个人根本没有可能把我们救出去。外面已经被红巾军包围了，去港口的大桥也被炸毁了，我们怎么离开？说实话，我们不是没有想过突围，但是这里的人不只是男人，还有女人和孩子。这个够不够？不够的话，我还有别的。榴弹炮，你从哪里弄来的？我说是天上掉下来的，你信不信？你不要说一些不切实际的话，现在的局势非常危险，这里不欢迎你。对，不欢迎你。你们可以不信，但要给我一点时间去证明。我只给你2分钟。好。就在冷锋说完这句话时，几个暗淡的白点突然出现在了空中，正飘荡着朝地面落下。厂长，好像是空投。
没想到他的武器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恐怕要称得上是神迹了吧？你是龙国特种兵？原龙国东南军区战狼大队特种兵冷锋。龙国东南军区前侦察连长何建国。何连长，这里的防御工事是你布置的吧？这些确实都是我布下的，但是也是没有办法。谢谢你了。这些东西可不是我搞到的。那这空投是从哪来的？经我之前的队长说，是一个军火商提供的。冷锋，这本就是给你们准备的，取款拿吧。这是火神加特林、巴雷特，还有 M32 榴弹炮。大家抓紧布置防御工事，我们要做好应对一切进攻的准备。冷锋，走，跟我去布置防御。头，那辆车应该就是开到了这里。工厂里面的人听着，我现在正在通缉一名龙国特种兵，只要你们把他交给我，我就能保证你们的安全。现在我给你们2个选择，一是交出龙国特种兵，然后你们安然无恙；二是跟着龙国特种兵一起下地狱。我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如果还不开门，我们就会展开强攻，到时候华资工厂将会变成一片火海。现在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等着？对，等着就行。他们究竟行不行啊？应该可以，即使不行的话，也是龙国的老板先牺牲。老何，就位了没有？已就位。为什么这些龙国人竟然这么有勇气？他们肯定是在商量着怎么向我们求饶。大家注意，1分钟后开始进攻。龙国人的布置根本不值一提。我要让龙国人的鲜血去洗刷我的屈辱。开打！冲！我要让龙国人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不好，快撤！你妈没告诉你别惹熊孩子吗？加速，再快点！赢了，我们竟然真的赢了！冷锋，现在我相信你的实力，我想我们可以在这里撑到军方来救我们了。冷锋，能不能把你身后的那位人物给我引荐一下？那个人我都没有见过，更别说你们了。还是先做好眼前的事吧，说不定他就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们呢。冷锋，你带上所有的侨民，立刻离开华资工厂。老板已经决定开船去接你们，红巾军的坦克马上就要到了。红巾军要来了？对，不出意外的话，他们的坦克部队比我们到得更快。而且现在不是打不打得过坦克的问题，而是你们必须主动出击。我们必须离开了。难道我们守在工厂不好吗？有我们手中的武器，还能够源源不断的接收到空投。我之前说过要救你们，从来不是因为我的实力有多强，而是因为我比你们要多一些对战场的判断。现在吉布提的局势已经乱成了一锅粥，看似红巾军掌权，其实背后是米国的势力，就连刚刚出现的佣兵也是米国人的手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条路前面有我们的敌人，究竟还要不要走？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如果我们不主动出击的话，只会被红巾军耗死，还不如用我们自己手中的枪，给自己谋得一点生还的希望。走，我们跟冷锋走。好，龙国的侨民我不会落下一个人，这是大老板交给我的任务。等我打个电话。工厂里面的人已经集合完毕，侨民全部同意离开。好，出发。给大雄打电话，看工厂拿下了没有？老爹，大雄的电话打不通了。负责侦查的人呢？难道也没有消息？奥杜，你的人究竟有没有传回消息？奥杜对老狗这个不服管的家伙非常头疼，但是对方是米国人的手下，不是他能够撼动的，他只能让手下的参谋给前方的侦察人员去电。将军，佣兵已经被团灭了。你找死！大雄根本不可能失败。如果你的手下实力不行，你就不要把他们推荐给我。当初还是你自己要揽下抓捕龙国侨民的任务，结果现在竟然办成了这个样子。认清现实吧，只有坦克部队能够解决现在的情况。
对，坦克部队。但是你好像忘了点什么，那就是我可以动用的力量。你？难道你除了装甲车还有什么其他手段？对，如果你死了，那坦克部队不也就成了我的吗？现在终于清静了，我想这里应该只会有一个声音，对吧？对，这里只会有一个声音，那就是您的声音。让坦克部队包围华资工厂，不准放走任何人。先生，华资工厂的侨民已经开始跑了。好，他们能跑到哪里去？我亲自去会会他们。走，去把龙国人全部杀掉。马上给我找到那个联系方式。哪个？那名龙国军火商。老板，冷锋已经率领侨民及其家属离开工厂，正在赶往港口。叛军坦克部队也即将抵达，无人机已经返回了。我们已经暂时失去了战场的控制权。没关系，红巾军那边同样没有无人机，他们现在应该还不知道龙国侨民撤离的事情。安然有些紧张，从华资工厂到港口本就路途遥远，而路上的叛军又实在太多。老板，有人找您，对方说他是红巾军副司令。聪明的人出现了。所有人下车，隐蔽好。让我们看看我们遇到了谁。这不就是那位龙国超级战士吗？你是米国人？不错，我的确是米国人，而且不怕告诉你，我来自米国的 CIA， 吉布提的政变就是我们一手主导的。早就猜到了。你真是米国派来的吗？我是米国公民。你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到底知不知道，这片土地上米国的侨民一点都不比龙国的少？难道这些人命你们都能忽视吗？你究竟知不知道米国的宗旨是什么？是民主与自由。为了这个至高的宗旨，还有什么是不能牺牲的？即使是米国侨民，为了至高宗旨，依然可以放弃。更别说你还是一个混血儿，你知道吗？我们不管这叫放弃，叫做清除杂质。雷切尔得到了这个答案，心中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久久不能平静。这真是一个魔幻的世界。长官，战斧已准备就位，请问是否立刻发射？发射！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其实这个世界很正常。龙国有句老话，缺什么才吆喝什么，因为越是没有，他才需要越大声的吆喝，好让别人觉得他真有。一个天天朝其他国家丢炸弹的国家，口口声声是为了爱与和平。正如你所说，这个世界很正常，因为米国有力量，强大的力量就是真理以及正义。如果你说力量更强大就越正义的话，雷切尔想都没想，直接从旁边的车座位上拿出了火箭弹。那么此时此刻，我比你更正义。该死的龙国人！这娘们挺彪啊，她居然还是个医生。杀人这种事，果然医生也挺专业的。别废话了，我来掩护，你们两个负责狙击。老板，雷达监测到空中高速目标，导弹的起点在莱蒙尼尔营。终于沉不住气了吗？龙国侨民会不会有危险？导弹的轨迹测出来了吗？老板，导弹会在我们上空通过。等过来了再说。安然心中一紧，莱蒙尼尔营距离他们只有大约100公里。按照游艇上面火控计算机的测算，那导弹现在应该已经出现在他们的手上。老板，2枚导弹。不用担心，你忘了这艘船上有什么了吗？毛子的武器对上米国的导弹，那就准备看场大烟花吧。毛子的反导系统现在最先进的也是 S400， 出售给龙国的则是更为古老的 S300。这样的反导系统能赢吗？龙小鱼没有时间去思考，就看到导弹已经从舰上拔剑而起，直冲上空的战斧巡航导弹飞去。S500导弹的速度还行。老板，战斧导弹已经全部被拦截，无人机应该快到了吧？死神出发后已经转入了自动导航，算算时间，现在应该出现在了冷锋他们上空。
是时候给米国人送点温暖了。他们天天搞东搞西的也不容易。通知冷锋，一切局势都已经尽在掌握。是，老板。冷锋，无人机已经抵达，其他问题老板都已经解决。你们目前唯一的障碍就是那伙米国佣兵。熊孩子，你带人从左边包抄。老何，你掩护他们，必须要解决掉这伙佣兵，尤其是他们的头领。你呢？我走这边。出来吧，别藏了。龙国人，你们不可能走出这个国家。你们如果不是意外得到了这些武器，怎么可能会赢？是吗？我是前龙国特种兵，我猜你应该也是米国特种部队成员出身吧？没错。冷锋，有坦克部队上来了。不要慌，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看一出好戏吧。面对坦克你都不怕吗？如果你亲眼见到工厂被夷为平地，侨民死去，不知道你会不会感觉到绝望？你们将面对的是米国，米国将武力发展到了极限，用世界最强的拳头去掌握这个世界的权柄。你口中的米国真的有那么强大吗？你现在还不清楚吗？我为什么没有让坦克部队开炮，就是因为我给你们准备了一样更加丰厚的礼物。你们将面对的是更深的绝望。既然这样，那就等着吧，我陪你。就在这时，天空中传来一声轻轻的呼啸，厚重的云层中央，一道白色的身影穿透而下，死神如天使从天而降。龙国人，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米国的实力，是你们永远也无法企及的高度。这样的装备，你们龙国根本连模仿都模仿不来。你已经疯了，还是别说话的好。好好看看属于米国的力量吧。眼看着死神无人机的高度越来越低，老狗心中见证米国强盛实力的念头也越盛。随着无人机的接近，他脸上愈加疯狂。爆炸过后，所有人都已经木了，尤其是老狗。他此时已经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100%确定是米国无人机，可是他轰炸的位置却不对。这是云爆弹，你猜对了。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你想知道为什么？说实话吧，那架无人机是龙国的。这不可能，你撒谎！龙国军方怎么可能有米国的死神无人机？这根本就不可能。确实，龙国军方没有你们米国的无人机，但不排除其他人有。这架死神是一名龙国人的，包括刚才那枚云爆弹也是。在这一瞬间，老狗脑海中只剩下了空白，他心中的米国梦在这一刻破碎了。你的底牌我也知道了，米国的战俘，对吗？可惜你们不知道那名龙国人的底牌，你们米国发射的导弹已经被中途拦截了。你撒谎！我撒不撒谎？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老狗心中本来还抱有一丝希望，如果导弹能够准确落在这里，那这些龙国侨民还能跟他一起陪葬。但是现在这一点希望也没了。不可能，这根本不是真的！你们这些龙国人连给米国人舔脚趾都不配，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大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战俘应该是从吉布提的米军基地起飞的吧？你可以估计一下，导弹到这里需要多久？此时老狗的表情变得错愕，他清晰地记得米军发射导弹后曾给他发过消息。还觉得你们米国能够掌控一切吗？其实你们米国人什么都不是，还以为你们米国可以肆意更改规则，可以随随便便炸死龙人，然后要么找人背黑锅，要么轻描淡写来句误炸吗？这个世界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就让你体会一下属于龙国的力量。冷锋，刚刚出现的无人机就是给我们送空投的那个吗？冷锋微微点头，这件事确实不好解释，他只知道是那位军火商的东西，至于对方怎么搞到的，他就不清楚了。现在怎么办？前面肯定还会有红巾军的部队，要不咱们再等一波云爆弹？不用等了，继续出发。从现在开始，不会再有任何一个龙国人在吉布提遇害。米国军事基地里，一名中校正焦急地等待着，老狗那边却迟迟没有回应。大约10分钟前，他们火控雷达上面导弹的位置记录就已经消失，最后出现的地点是塔朱拉河的那岛。长官，卫星图片显示，在我们攻击的预定目标地点发生大规模爆炸。确定是我们的导弹攻击效果吗？那是一枚云爆弹。云爆弹？难道是龙国出手了？长官，龙国并没有出手，他们的军舰还没有抵达。又是云爆弹，又是拦截战俘导弹，而且还不是龙国军方出手，那这一切都是谁干的？派联合侦察机前往亚丁湾再一次侦察。是。准备卫星电话，我有重要的事要向总统汇报。
在塔朱安河港口的游艇甲板上，龙小云手持望远镜凝视着岸边，眉宇间透露出一丝焦虑。奇怪，按照约定的时间，这个时候车队应该已经出现在港口了。从你跟冷风打电话约定时间到现在过了多久了？2个小时15分钟。按照他们的速度，冷风和侨民应该早就到了。不用担心，老板这边不会出差错的。你好像对灵川充满信心，接触久了，你也会知道的。糟了，老板，是红巾军，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要不要离开这里？红巾军这波人情送的挺到位啊。什么意思？红巾军在3个小时前已经荣升成我们的盟友了，你们仔细看看。是冷风，太好了！你们这一路辛苦了。真的有人来接应我们，居然还是军舰，看来是龙国军方来接我们的。没事，现在你们已经安全了。别来无恙啊，冷风。你也一点儿都没变，还是这么英姿飒爽。看样子这几年在黑州磨练，你的身手又进步了不少。还行吧，你之前一直说什么老板，这个老板究竟是谁？是不是林川？就是他。他喜欢别人称呼他老板，可能本质上他还是认为自己是一个生意人，但是他已经成了龙国军方重要的合作伙伴，而且他也的确维护了龙国的利益。龙国军方也跟他合作？没错，走吧，老板在游艇上等你。这位是红巾军的副司令巴拉贡。红巾军的2号首脑人物竟然会主动来找林川。老板，冷风来了。给巴拉贡将军介绍一下。是，老板，巴拉贡将军，这位是我们龙国特种兵冷风。你就是冷风，我听说过你的战绩，不愧是龙国特种兵，厉害。副司令先生过誉了，主要是林先生的军火厉害。事实上，巴拉贡将军现在已经是正司令了。这家伙居然成为了吉布提的1号人物。没错，奥杜已经死了，而老狗也死了。巴拉贡将军现在就是红巾军的最高指挥官。原来是这样。巴拉贡先生也不仅仅是司令，他还即将成为吉布提的总统。呀，总统！如今吉布提政府军已经不复存在了，红巾军控制了吉布提的全部领土，掌权也只是时间问题。总统这件事还需要林先生的支持，只不过目前还有一个大难题。放心吧，我已经有了计划。那就多谢林先生了。冷风，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老实说，我也不太清楚。不用回去了，我在答应龙国军方撤侨的时候就提出了要你这个人，你现在就踏踏实实做我的小弟吧。小弟？龙国军方也说过，留在这里的事看你的意思。当然，是否留在这里这件事确实要尊重你的意愿。我愿意留在这里。很好，我就知道你会留下来。老板，你准备干什么？当然是为了我的军火事业。女王岛工厂的军火生产线已经稳定，我现在需要在黑州建立一个桥头堡，作为第2个运输和分销基地，这样女王岛以后便能够作为老巢。女王岛是不是基里巴斯国所在的位置？没错，你觉得女王岛的地理位置怎么样？作为太平洋的小岛，女王岛的位置极其偏僻，毗邻几大国家，局势十分稳定，确实是个不错的地方。不过也正是因为局势过于稳定，女王岛产出的军火无法辐射到其他周边地区，而吉布提就在苏伊士海峡，这是全球最主要的经济命脉，连接着西亚与黑洲这2块热土，将基地设在吉布提是最合适不过的。完全正确，看来我没看错人，你不仅身手了得，战略思维也是一流。老板，你想让冷风做什么？我要交给你的是2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我需要你将这些侨民送到吉布提的海军基地，并且完成与龙国军舰的交接。明白。第二，护送完成后，你需要在吉布提龙国海军基地停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女王岛至吉布提的军火运输线会逐渐建立。你的主要任务包括处理黑州和西亚的订单及转运军火。为了便于行动，你将担任红巾军司令巴拉贡的顾问，获得在该地区活动的身份。巴拉贡熟悉黑州与西亚的情况，能在库区贸易这方面协助你。此外，鉴于吉布提国内局势不稳定，你还需要在军事上给予他一些协助。明白了，放心，我会完成这些工作的。行，那你们就启程吧，我们也准备返回女王岛。与此同时，龙国京城特战军区最高级别的会议室里，高士威正在向总参谋长汇报关于吉布提的情况。参谋长，红巾军已经完全击溃了政府军，彻底占领了整个吉布提，完成了接收。原本这些红巾军已经包围了我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但是现在却从包围变成了守卫，并重新开放了对军事基地的补给。这是红巾军在向我们发出善意的信号。不过，这些家伙突然转变了态度，实在是耐人寻味啊！
红巾军背后的支持者是米国，怎么突然就转变了立场？这是什么情况？这恐怕和林川有关。根据我这边获得的情报，林川不仅拦截了米国基地发射的2枚导弹，更利用死神无人机丢下了一颗云爆弹，将红巾军最精锐的那部分武装给灭掉了。这名军火商的力量绝对不足撼动大局的关键点，必定还有其他国家势力插手了，吉布提。高侍卫，你说说吧，这是你了解的最清楚。半个小时前，指派到林川身旁的龙小云与我取得了联系。根据他的汇报，红巾军的1号人物奥杜将军已经死了，他们的2把手亲自前往了林川的游艇，并且林川要扶持这位成为吉布提新的总统。众人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一个军火商居然真的操控了吉布提，左右了一个国家的政策。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开始卖军火，也就是几个月前的事吧？是的，参谋长。如今的林川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来影响龙国的整个布局，搞清楚他的想法很重要。他现在在哪儿？根据报告，他正在返回基里巴斯途中。参谋长，用不用我现在就联系林川，让他返回基里巴斯途中，顺道回此龙国，来京好好与您聊一聊？不用他来龙国，帮我安排一下，我要亲自飞去见他。与此同时，在太平洋公海上，一艘豪华游艇正缓缓前行。老板，账目已经统计好了，侨民已经安全抵达军事基地，4400万美元也已经到账。除此之外，星月军团又加订了200辆 M1A2 坦克的订单。波斯那边也已经收到了剩下的导弹，黄金已经准备好，问你什么时候去拿。同时，他们也准备继续增加订单，问我们是继续收黄金还是收软妹币。让冷锋去收这笔尾款吧。卖新导弹的事可以问问波斯方面意向要多少，其他的不着急。星月军团司令阿拉丁给您发来一个邀请，他说他们已经攻占了重镇巴士拉，后方的油田终于不受威胁，问我们什么时候再前往伊国一趟，他想和你谈谈油田合作的问题。油价太低了，接手油田完全是亏钱，等油价稳定下来再说吧，反正也不怕到时候阿拉丁不给。汇报完毕后，安然和龙小云就去联系冷锋以及星月军团等客户，林川则是打开了系统面板。姓名林川，年龄18，资产总量18亿5千万美元。打开系统商城。林川看着各种军事武器的价格、性能及详细介绍，陷入了沉思。是时候增加新的生产线了。现代战争很难用单一装备统治整个战场，我需要更多的生产线，生产更多更高级的装备，并实现体系化的军火输出。喂，我是龙国军方打来的，说是有一位神秘的客人想要来访。可以。好的，老板同意了。我们现在的坐标是……半小时后，龙小云和安然站在游艇的甲板上，手持望远镜注视着四周，等待龙国军方的到来。这时，东侧高空出现了5架黑色的 UH-60黑鹰直升机，正朝游艇飞来。首长，你们好。总参谋长从龙国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真是辛苦了。为了见人，也值了。在太平洋的公海上，一艘航母的交易不仅仅是军火和利益，更是一场大国博弈的开始。我代表龙国向你道个谢，多亏了你，困在吉布提的那44名侨民才得以顺利解救出来。帮助龙国是举手之劳而已，何况我收了钱，自然会将他们安全送到基地的。不知道总参谋长这次来找我究竟是什么事？是关于黑州的事。我听说吉布提的奥杜将军已死，红巾军也占领了整个吉布提，而接替他的是2号首脑巴拉贡。这位巴拉贡将军跟你的关系非同寻常吧？没错，巴拉贡将军已经与我达成了合作，不久之后他会成为总统的。这家伙居然还真的掌控了吉布提，你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很简单，利用吉布提打通黑州的市场。从这个位置下手，林川的图谋肯定不小。你真正的目标不只是为了黑州的市场吧？你说的不错，我的目光不仅仅局限在黑州，这里也只是一条即将实施的贸易线而已。尽管黑州拥有最大的热土，但全是穷鬼，这里只不过是一个跳板。生意这种东西当然是和富人做好，西边那边的国家都比较富。西边，他们虽然富裕，但是他们同时也不需要军火。不能把梳子卖给和尚的商人不是好商人，他们现在不需要，那只能想着办法让他们要了。听起来很让人心潮澎湃，不过实施起来确实很难。首先，第一步就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黑州有一个最大的米国军事基地，就在与吉布提相邻的地方，密切监视着西亚与黑州的一切。这就由不得他们了。我的计划第一步就是把这个基地彻底从黑州抹去。好小子，越来越对我的脾气了。搞欧米的事情倒是很符合我们的利益。我的话说完了，参谋长也应该说出来意了吧？我可不相信你是专程过来和我聊天的。我的确有一件事想要和你谈一谈。根据我们的情报，埃尔利亚即将爆发一场内战。内战啊？没错，
埃尔利亚当前的政治冲突主要发生在现任政府与前总统穆巴克斯贾迈勒之间。尽管现任政府宣布已平息政变，确立了唯一的合法地位，但国内局势依旧复杂多变。穆巴克去世后，贾迈勒逃往南部，并赢得多个省份的支持，拥有相当的军事力量，但面临武器短缺的问题。我国在国际上主张不干涉他国内政，因此官方表态支持埃尔利亚政府，而且我们一直在呼吁双方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很显然，贾迈勒家族上台更符合我们龙国的利益。这时，林川明白了为什么参谋长会来公海见他。假如穆巴克家族被消灭，政府将完全控制埃尔利亚，而支持政变政府的米国便能在苏伊士运河修建航空港，这将大幅提升米军航母的机动性和快速补给能力，直接威胁龙国内陆。这笔生意我做了。太好了！不过龙国要付出什么代价？我听说你一直想解决军火运输问题。的确如此。既然你接受了任务，那接下来定会运送大量军火支援埃尔利亚。用龙国的邮轮运输自然有些敏感了。正好龙国军方有一条赌船闲置，我们在商议过后觉得留着也是留着，不如把这艘赌船卖给你吧。赌船？龙国曾经以赌船的名义摆过3艘旧航母，其中1艘经过修复后成为辽东舰，而剩余2艘分别用于航母主题公园和退役战舰坡地。也就是说，军方要卖给我航空母舰。这艘航母是什么吨位的？放心，与辽东舰是同等吨位的，准确的说，吨位其实还要更大一些，比辽东舰吨位还大。当然，这艘航母破损的有些严重，而且图纸也已经缺失，不过将其改装成大型货运船还是不成问题的。听到总参谋这话，林川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他的军火商系统里什么图纸都有，而且还可以让系统帮助优化。我买了。这艘航母要多少钱？5000万美金，怎么样？这也太划算了吧，简直是捡到了一个大便宜。一切付出都是有回报的，你帮我们撤回了侨民，这个人情我们记得。好，我买了。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你装上基本的动力和雷达等设备，当然这部分需要你自己出钱买，安装部分我们可以免费帮忙。我的确需要军方帮我进行改造与安装，不过这些设备我自己准备。你确定？确定。好吧，等你设备送到威海航母母港，军方就会抓紧时间进行改造，时间的话大概需要1个月。那就合作愉快，资金随时都可以到账。不急，什么时间打过来都可以。对了，我们即将发表声明，承认吉布提红巾军的地位，你要提前做好准备。毕竟埃尔利亚是黑洲最强的国家之一，其政府军在米国的支持下，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优越的装备，根本不是吉布提能够比的。我明白。好，那我就先离开这里了。这件事事关龙国未来数十年里的发展，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跟军方联系，我们一定会提供帮助。你们都聊什么了？总参谋长来这里干什么？没别的事，就是卖给了我1艘航母。什么？不可能吧？总统先生，吉布提的内战已经结束，红巾军统一了吉布提。情报显示，华侨已全部撤离，龙国也承认了红巾军政权的合法性。您的民意支持率上升了2个百分点，并且还在继续上涨。我早就猜到会是这样。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目标是将龙国的势力彻底逐出黑洲。第一步就是要清除龙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这件事情要交给军方处理吗？不，这部分事情交给红巾军去办，因为5天后又要开始新州选举了。在投放选票前，我需要听到红巾军拔除龙国军事基地的好消息。总统先生，关于清除龙国在吉布提军事基地的事情，我已通知过红巾军，但现在出现变数，红巾军首领奥杜被暗杀了。奥杜被杀了？怎么可能？是龙国做的吗？不是，是我们派去的 CIA 误杀的。那现在吉布提国内的形势究竟怎么样？这位新上任的首领巴拉贡对我们米国的态度非常暧昧，我们多次派人联系他商讨继续合作的事宜，但他每次都以有事为由推脱。这样的态度难道真的跟龙国有关？根据我们的调查，吉布提的现状与一名龙国军火商密切相关。我们的 CIA 特工老狗及其团队均死于云爆弹攻击，而这种云爆弹正是该军火商提供的。什么？一个军火商居然能拥有云爆弹？杰克当然知道这名军火商是谁，毕竟这个人已经搞过他好几次事了，偏偏他还拿这人没什么办法。一名军火商肯定拿不出云爆弹，他背后的支持者肯定是龙国。你们不要搞错目标了，我们真正的敌人仍然是龙国。通知莱蒙尼尔营举行几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派出无畏号和富兰克林号航空母舰以及所有护卫舰、巡航舰，地点就定在西亚沿岸。时光荏苒，1个月过去了，林川也安排好航母的所有事宜，并派妹妹林雪前往龙国接收。随后，他再次前往吉布提。
航母设备已经运抵龙国，目前正在安装，预计2个星期内可以完成。如今第一批100辆坦克也已装船，比我们晚2天到达吉布提。龙国军方那边有什么消息吗？军方在你发回国的航母设备中发现了一些敏感武器，某些是属于龙国从未外泄，也不可能外泄的武器。这就是你的回应。哼，回应什么？你为什么会有东风快递系列？龙队长会惊讶就算了，大丫你的表现让我很诧异。诧异什么？你跟在我身边这么久了，难道还会因为这种小事而惊讶吗？小事？当然是小事。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武器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秘密，如果有需要的话，大蘑菇我都拿得出来。哪里？安然目瞪口呆，他知道林川显然不打算解释原因。别发呆了，去帮我联系龙国军方，让他们再帮我运2趟坦克。这次支援埃尔利亚，除了他想要扩展黑洲市场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龙国的请求。冷锋那边怎么样了？他已与贾麦勒达成协议，假如能够帮助贾麦勒打赢国内内战，对方则会转让苏伊士运河5%的股份。好，果然如我所料。是啊，1年收入就有10亿多美金，太赚钱了。我看中的可不是这10亿美金，光是埃尔利亚购买我这批军火就有这些钱了。那不是为这10亿多美金，还能是什么？当然是苏伊士运河股东的身份。林川自信一笑，成为苏伊士运河的股东后，他就有了话语权。作为股东，他有权决定哪些国家的船只可以通过运河，哪些不能。在战争时期，军舰若无法通过运河进行有效支援，可能导致战局失利。通知冷锋，一切都可以发动了。出事了，总统先生，刚刚得到消息，埃尔利亚突发内战。这帮埃尔利亚政府军的反头，我不是告诉我他们要等到我们下命令才能出手吗？总统先生，不是政府军主动出击，而是前总统之子在电视上发表了公开讲话，指责现任政府出卖国家利益，并要求我们的莱蒙尼尔营基地立刻撤出埃尔利亚。什么？杰克眼中满是震惊，还未等他反应过来，国务卿的另一条消息再次让他心中一紧。吉布提首领巴拉贡刚刚也宣布承认了龙国军事基地在吉布提的租约，并在电视上公开了我们向吉布提发射的2枚导弹的画面。现在吉布提国内舆论高涨，指责我们向吉布提发射导弹的行为是侵略国家无疑。怎么会这样？与此同时，林川的游艇已经抵达了吉布提。这是马尼诺基地，原本是村庄改造的，不过在政府军失败之后，这个基地也闲置了下来。巴拉贡将军把这里划给了我，现在这里就是我的办公地点了。这基地看上去设施还不错。巴拉贡平时会来吗？会的，有时候他会派私人秘书过来跟我商讨关于吉布提国内的事情。巴拉贡现在名义上已经成了吉布提的总统，那你岂不是成了副总统吧？冷锋笑了笑，并没有回答，只是看向了一旁的林川。聊正事吧。关于埃尔利亚的内战搞清楚了吗？究竟是如何爆发的？关于埃尔利亚的内战是怎么爆发的？搞清楚了吗？这一切都是米国搞的鬼。为了避免说我水时间，这部分内容都放在评论区了。那目前双方的实力如何？埃尔利亚共有29个省份，目前穆巴克之子贾麦勒掌握了其中的8个省份，这些省份全都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看来不用担心贾麦勒的防空力量了。为什么？苏伊士运河正对面是以色尔领土，以色尔是美国铁杆盟友，也是埃尔利亚的头号劲敌。由于以色尔的导弹和空军对埃尔利亚的威胁很大，所以埃尔利亚在沿岸城市部署了大量的防空武器，而这些武器恰恰就在贾麦勒势力的范围里。也就是说，埃尔利亚联盟军的防空武器很充足，不必担心政府的空中力量了。没错，但是埃尔利亚联盟军的地面力量很薄弱，缺乏武器和坦克。老板，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出发，前往埃尔利亚。从吉姆尼到埃尔利亚的航程距离并不长，不到3个小时，林川就抵达苏伊士运河沿岸的苏伊士市。林川先生，我恭候你多时了。你好，贾麦勒先生，请上车，我们回基地。10几分钟后，一行人抵达了联盟军驻守在苏伊士市的基地。这里是联盟军的核心指挥部，占地面积足足达到2个营区的大小。毛子的 S300远程防空导弹，近程导弹雷神 M1， 甚至还有龙国的红旗2号，这个防空力量太厉害了。这只是苏伊士市的一部分防空力量而已。我们统治区的防空导弹机架数量已经达到100架。怎么样，林川先生，我们的防空能力不错吧？很好。几人一走进指挥所内部，林川目光就落到了巨大的沙盘上。片刻后，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看来联盟军最近战绩不错啊。
确实，在我们宣布不承认塞西政府之后，5个省份的军队组建了联盟军，并且向北进攻，一口气拿回了北部、克拉玛、海尔里3个省。期间，塞西军主动放弃了最靠北的古力扎省。看来塞西军在丢失了北部4个省份后，便将主力撤出了东北部，似乎准备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收到情报，塞西政府集结了全国1半的坦克部队，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目标正是我们所在的位置——苏伊士市。全国1半的坦克部队，那该有多少坦克啊？是塞博斯坦克师，有300多辆坦克，其中100辆是从美国采购的 M1A1 坦克，剩下的200辆是 T90。尽管我手上也有装甲部队，但只有1个团的编制，大部分都是老旧的 T80，总数100辆都没有。切，难怪林川敢把主意打到苏伊士运河上，黑州的确都是战五渣。区区1个坦克师而已，本不足为略。林川先生，您能支援什么武器？300辆坦克，也就是你们1个师的兵力。请问是什么坦克？是米国最新的 M1A2 吗？当然不是，米国的 M1A2 坦克不适合你们，其驾驶舱内的电子设备非常复杂，我想99%的埃尔利亚士兵都不会用的。不是 M1A2 坦克，那是 T90 坦克吗？我的士兵确实对 T90 坦克非常熟悉。贾麦勒将军，你误会了，不是 T90，是 T72 坦克。什么？是 T72？哼！林川先生，你是不是在开玩笑 ？T72 是毛子上个世纪60年代的货色，各项性能比 T80 都要差一大截，拿什么去跟塞西政府的 T90 和 M1A1 打？T72 作为世界上首款第3代主战坦克，装备了先进的125毫米主炮，其火力远超同期美国的 M60 坦克。除了强大的攻击能力 ，T72 还采用了复合装甲，比起米国如今的 M1A2 来说，也只少了平釉装甲而已。再加上毛子发动机一向靠谱，因此 T72 速度快，火力强。更重要的是，它操作简单便捷，会开拖拉机就会使用。T72 确实属神坦级别的坦克，但这已经是上一代的技术了。就算是 T72 坦克装上最厚的装甲，也只有100毫米，再加上轻脚等效135毫米，别说和 M1A1 和 T90 的120毫米主炮，连50年前的105毫米炮都扛不住，完全就是被一炮轰没的货色。那些不过都是你们的误解而已。我的 T72 防护力、命中率要比你们国内那些山寨 M1A1 强多了。林先生，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贾麦勒将军，你觉得我在吹牛吗？3天内 T72 将会抵达埃尔利亚，到时候你可以检验我说的是否是事实，再决定是否做这笔交易。可以，假如 T72 坦克并没有你说的那样性能，那么我们之间的一切约定都作废。注意，我说的是一切约定。龙小云和安然脸色微变，贾麦勒所说的约定不仅只与林川的军火交易，还包括与龙国的秘密协议。当然可以。那几位就先在营地休息吧，带着他们去 A 区。几名士兵将林川一行人从帐篷带到了一栋复式结构的别墅前。环境还不错吗？ T72 真的会比 M1A1 优越吗？林川笑而不答，现在说什么都没意义，等他的坦克抵达，大家就知道。老板 ，T72 真的会比 M1A1 优越吗？等坦克到了，一切自然见分晓。接下来的3天，林川每日吃饱喝足后，躺在摇椅上晒太阳，十分惬意。3天后，到了承诺100辆坦克交付期，一辆辆军用卡车驶入卡麦西坦克工厂。贾麦勒的测试员看着从卡车上卸下的 T72 坦克时，面色一般，对有限的水。麦克斯博士，检测坦克性能的事就交给你了。这些坦克，麦克斯目光扫过几辆 T72，眼神中不禁透露出了一丝恼怒。开始检测吧。麦克斯博士，外部装甲正常，火控系统正常，动力内置系统正常。检测战斗性能。麦克斯博士，攻击性能已经测试完毕。测试防御性能吧。105毫米火炮击中了 T72 坦克，瞬间爆裂并产生巨大冲击波，一股硝烟猛地升腾而出。片刻后，硝烟散去 ，T72 竟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众人眼前。居然连120毫米的穿甲弹都能防御，这些坦克有如此优越的性能，到底是哪里做了改装呢？不仅仅是麦克斯博士有些疑惑，所有的测试人员已经3、4、5次检查过这些 T72，根本没有发现有任何改动的迹象。实验报告整理完毕了吗？我要亲自去送给贾麦勒将军。贾麦勒看了检测报告后，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林川。林川先生，坦克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感谢您提供的 T72 坦克。现在我对打赢这场内战已经充满了信心。请问剩余的坦克什么时候能够到达？我可以提前支付这批坦克的所有资金。另外，我想再追加一个师的 T72 坦克订单，并且可以用现金交易。老板，你是怎么做到的？实际上，我卖给埃尔利亚的不是普通的 T72，而是 T72B。这款做了重要的改型，更改了瞄准仪，加装了新的引擎，从而拥有了不输于 T90 的瞄准能力与精准度以及机动能力。那护甲呢？护甲你是怎么改装的？
说实话，我并没有改装护甲。你知道坦克防护力最关键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吗？不知道。装甲必须均匀而纯净。假如装甲不均匀，那么势必会造成护甲钢板达不到要求。R3的阿琼系列正是如此。那为什么 T72的装甲会比 M1A1 还要厉害？因为我的军工厂能够保证100%没有误差，当然也不会有任何杂质。而且 T72 使用的是复合装甲，中间有一层石英砂层作为缓冲与分散冲击力。石英砂的形状与均匀程度同样极大影响着 T72 装甲效能。你的意思是，你的军工厂100%无误差，也包括这些细小的石英砂？当然，别说是 M1A1 以 T90这种猴版，即使是 M1A2 的复合装甲，其效能也仅比我生产的 T72 高出不到20%。通过无杂质技术和现代冶炼手段 ，T72 完全可以弥补与 M1A2 复合装甲的差距。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联盟军用 T72的进行了一次系统贾麦勒似乎被这一次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脸上尽是胜利的喜悦。冷先生，感谢你们这次给联盟军带来了一次关键性的胜利。这个战果在我看来已经很差了，明明是策划好的伏击战术，却根本没有达到应有的战术效果。埃尔利亚的军事素质当然比不上龙国，所以这个战果在我们看来已经非常好了。我想知道联盟军现在是不是可以发起反击了？暂时恐怕还不行，这次的战损比太高了。顾问先生，那战损比究竟是多少？根据前方战报，我们一共损失了10辆坦克，塞西军是28辆，其中20辆是 T90，8辆是 M1A1。冷先生，现在塞西军最多也就是有200多辆坦克而已。我对林先生的 T72 非常有信心。冷锋现在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这个军事方面的学渣，别人不懂也就算了，连贾麦勒这样的将军竟然也不懂。冷先生，由于塞西军战线推进到苏伊士运河沿岸，那些害怕战火波及的商船大多绕到黑州南部，导致我们的收入大幅减少。运河通行费是我们人员和武器开支的主要来源。如果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我们很快就会无以为继。而且，我相信林先生应该也会支持我的决定。贾麦勒将军，不主动进攻并不是放弃乘胜追击的机会，而是 T72B 尚不具备以少胜多的能力。尽管这批经过改良的 T72 能与塞西军的 T90 和 M1A2 正面作战，但其装甲重点都放在了前端火力集中区，而为了减轻重量，获得更高的机动性，坦克尾部的装甲都较前部薄弱。之前我们有一点优势，就是塞西军以为联盟军没有大量的坦克，因此他们的 T90 装备的是高爆弹，而不是穿甲弹，只有 M1A1 配备了穿甲弹作为备用。但是之后，只要塞西军给 T90 装备穿甲弹，其穿透力就可以击穿 T72 的装甲，让联盟军的坦克吃大亏。冷锋说的对 ，T72B 不是无敌的，它的综合作战能力还比不上 M1A2 以及龙国的99A。如果上个世纪被毛子淘汰的武器，经过轻易改良就能超过现代主战坦克的水平，那世界的战争秩序恐怕就乱套了。军火船再过几天就到了，联盟军就会拥有300辆 T72，从而成为优势方。届时发起反攻将是最佳时机，而追加的300辆也会在最多1个月的时间里运抵。林先生，现在我们就只有等了，对吗？是的，但这么说也不确切。我有一个计划，让冷顾问和你们说说吧。